全市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柳如烟的甜品。随叫随到，为了让她有面子，还养着她的所有小姐妹。我拿出100万帮她妈妈治疗白血病，最后我被老婆跟情人张月合伙杀害。再睁开眼重生回大学时期，我跟老婆柳如烟求婚的那天。秦川，你除了有几个臭钱还有什么？你凭什么觉得随便拿出一笔钱就能娶我？你算个什么东西？请不要拿这些腥臭肮脏的东西来恶心我，玷污我纯洁的爱情。我重生了。3个月前，柳如烟的妈妈患了白血病，急需骨髓移植，需要一大笔钱。秦川为了这件事情忙前忙后，帮忙办入院手续，找骨髓配型、陪护，还拿出100万巨款作为给他妈妈的手术费。而秦川的条件是让她嫁给他，他也答应了秦川，但这一举动却遭到柳如烟小姐妹们的疯狂唾骂。但此刻，秦川竟然选择了沉默。看到他沉默的样子，所有人的心都开始慌了。柳如烟的小姐妹开始装模作样的指责：如烟，你也是，秦少花了这么大心思给你惊喜，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这次秦少好像真的生气了，你快给他道个歉吧。呵呵，笑话，生气，有种，他跟我分手啊！柳如烟笃定秦川不可能跟他分手，秦川爱了他这么久，早就被他拿捏得死死的。好，那我们就分手。你说什么？柳如烟脸上浮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要我再重复一遍吗？我说分手，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我还你自由。在这一瞬间，柳如烟的表情显然有点不自然，神情之中出现一丝慌乱，她似乎能意识到接下来的后果。秦川，你又在玩什么把戏？你究竟想干嘛？我说过了，分手。好，秦川，你说的最好是真的，有本事你就不要再来求我。秦川，你会后悔的。秦川，你要真的有本事，以后就别再见如烟。放心，分手是你提的，就算跪着哭求我，我也不会再同意回来。柳如烟真的走了，可她却隐隐心虚，心里有种不妙的预感。我太了解秦川了，他很快就会跪着求我，就不会有任何意外。川哥，不追出去吗？川哥，对不起啊，今天晚上我不该带头起哄的，我以为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怎么也够资格娶她了，谁料到……没事，不怪你。川哥，这个礼物是我用来哄我家那位的，最近手头紧，也买不起太好的，你先将就着用，快追过去哄哄吧。沈浪知道，以柳如烟的性子，如果秦川今天不追出去哄，明天再哄可就难如登天了。用不着了。川哥，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毕竟一个人跪着求他也挺难看的，我可以多找几个兄弟，咱们凑一个班去给他下跪，求他原谅。秦川没想到，在沈浪的眼里，他竟然如此的卑微和不堪，是一个如此轻贱的人。兄弟，我觉得你想多了，这世上会有那么贱的人吗？难道川哥你之前不是？之前秦川因为一点小事惹柳如烟不开心，沈浪带着10几个弟兄一起陪他下跪求原谅，而且发生过好几次。看着此时这般态度的秦川，沈浪感觉很不对劲。川哥，你不会玩真的吧？你可别啊！你在柳如烟身上花费了多少财力精力，不能就这么放弃吧？跟他分手这件事情，我想得很清楚。不是，川哥，我怕你后悔，明天后悔就迟了，现在后悔也还来得及。放心吧，我不可能后悔。兄弟，之前你们为了我和柳如烟之间的事情，操了很多心，多次为我挺身而出，我觉得应该感谢你们，把其他兄弟都叫出来，咱们喝酒去，今晚好好喝一场。那好吧，川哥，兄弟知道你心里不痛快，那今晚就让所有人都来陪你，咱们不醉不归。沈浪哪里知道，秦川可不是心里不痛快，他反而很高兴，是他甩了柳如烟那个可恶的渣女，他及时止损，是还自己自由。浪哥，我们明白了，还是让兄弟们为川哥给柳如烟下跪是吧？等着，马上到。哎，不是。柳如烟走出来的时候，听到了秦川和沈浪的谈话，但没有听太明白。只是听到他们要叫兄弟，把所有的兄弟都叫过来。还是之前的老戏码，10几个兄弟一起凑成一个班给我下跪，求我的原谅。哼，秦川，这次是你惹我惹得太狠，是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难看，我不可能再原谅你，你休想。想着，柳如烟并没有着急离开，她要等着秦川和他的兄弟们凑在一起给他下跪，然后他无情拒绝。想想这就很爽。如烟，我们还不走吗？你在等什么？先别着急，等着瞧吧。秦川和他的兄弟一会儿就会过来给我下跪求原谅。如烟，你不会想着原谅秦川那个渣男吧？对呀，他就是个垃圾，我觉得还是别原谅他。放心，我不可能原谅他，我只是想在他和他兄弟下跪的时候拒绝他的恳求。他打了我的脸，我得还回去。好样的，有你这样的姐妹是我们的荣幸。不一会儿，秦川和沈浪的兄弟们全都到齐了。川哥，怎么跪？你安排一下，是摆成爱心，还是花朵的形状？你开口。我之前就是这么玩的嘛。川哥，你这是怎么了？我们不是去跪求柳如烟原谅吗？求什么原谅？兄弟们，今天我叫大家来，
是向你们宣布，我和柳如烟分手了。从今以后，我和她之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不可能再去求她。相反，该求原谅的人是她，不是我。兄弟们，川哥叫咱们过来，不为别的，是要请大家一起喝8+1。咱们这是要庆祝川哥和柳如烟分手，摆脱渣女，重获新生。秦川，我们知道你又要玩老套的戏码，这次带着你的所有兄弟下跪，摆成先行也没用了，如烟不会原谅你了。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快带着你的这帮垃圾兄弟滚得远远的，别来恶心我们如烟。混蛋，这个秦川真是个混蛋！如烟，他竟然不跪下来求你，真是不想活了。如烟，他竟然带着这帮垃圾兄弟进了酒吧，他非但不求你原谅，还要带着兄弟去开怀畅饮，真是昏了心。柳如烟脸上肉眼可见的闪烁出一丝慌张，她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反常，她的内心也产生了天渊一般的反差。刚才她有多高傲，此时就感觉有多恐慌。如烟，我知道了，秦川这个狗东西，这次是改变了策略，他故意吊着你，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其中一个小姐妹自信满满的说道。柳如烟顿觉有道理，脸上的神色舒缓一些，平静地点点头。如烟，咱们不妨去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在玩这个把戏。秦川之前只舍得将钱花在你身上，他肯定不会请那帮兄弟喝酒。我已经猜到了，他每一到酒吧就会散掉，他这就是欲擒故纵，让你觉得分了手他可以更好的花天酒地。在一帮小姐妹的猜测下，柳如烟还是决定去酒吧看看。他们刚刚走到酒吧门口，就听到秦川包场的消息。包场？凭什么？你们那什么川哥有钱吗？这位兄弟问题好，看到这张支票了吗？100万，这个数额包今晚的场子应该够了吧？100万，如烟，那张支票不是秦川给你的吗？柳如烟的小姐妹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如烟，阿姨最近是不是要做白血病的骨髓移植？她不是急需这笔钱吗？柳如烟刚刚因为愤怒和羞恼，没有接受这张支票，现在她的内心萌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悔意。你们不是说秦川这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戏码吗？柳如烟很快平息了内心的慌乱。这几年来，秦川根本就离不开我，不是吗？他答应过帮我妈妈出手术费，就不会食言。既然只是欲擒故纵，何必理会？喂，秦川这真的是欲擒故纵吗？怎么感觉有点不像？是啊，他玩得很嗨，压根儿就没有注意我们过没过来。那完了，如果他玩真的，以后我们的饭票就没有了。姐妹们不用担心，他只是在玩把戏，明天他就会拿着一样金额的支票来求我的。你们都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嘿嘿，如烟，你是不是去找张月校草啊？你今晚要和他好好玩玩吗？张月校草磨叽得很，那你赶快去，说不准他会让你在寝室楼下等2-3个小时。等几个小时我都愿意，总好过跟秦川那个垃圾在一块。前世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柳如烟的前妻，随叫随到，为了让她有面子，还养着她的所有小姐妹。我拿出100万帮她妈妈治疗白血病，最后我被老婆跟情人张月合伙杀害。柳如烟和小姐妹们分开，给张月发了一条短信：我在寝室楼下等你。张月迟迟都没有回她的短信，她也没感到意外，因为她早就习惯了。不过她知道今晚张月肯定会回复她。足足过了1个小时后，如烟宝宝等我，我现在正在忙出国申请填写信息，很重要，估计还要2个小时。不着急，我等你。秦川和兄弟们喝了3个小时，这才散场。他们喝得痛快，路过男生宿舍，刚好看到柳如烟和张月抱在一起。但张月并不是从寝室下来的，而是学校外面回来，偷偷绕过来的。如烟，走吧，今晚让你等了那么久，我得好好补偿补偿你。早不找我，晚不找我，偏偏等我玩痛快了才找我，还得害我多嗑1颗药。秦川看着柳如烟和张月走进学校旁边那条路上的小旅馆，无奈地摇摇头。川哥，看什么呢？没什么，走吧，回寝室。见到柳如烟和张月钻小旅馆的景象，秦川的心里再无波澜。若是换做以前，他会着急到发疯，追出去大闹，然后被柳如烟羞辱一顿，灰溜溜的滚回来。可现在不会了，他的深情和爱早就被潜意识消耗殆尽，他只想着彻底和这2个人划清界限。月哥，昨天晚上我们离开之后，看到你又带柳如烟进了小旅馆，肯定累不行了吧？本来就一炮双响了，他非要在那个时候找我，那就是1炮3响。你说累不累？帮我扶一下。好嘞哥。舒服。月哥牛逼，你做完应该嗑了3颗药吧？那药很贵啊。呵呵，贵又怎么样？反正又不是我花钱。这么说来，你们去小旅馆的费用什么都是柳如烟出的？当然，柳如烟说我出国留学需要花很多钱，让我好好把钱存起来。
在我走之前，所有的开销都由他来出。张月出国留学的名额是秦川的，秦川在本专业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已经获得去漂亮国留学做交换生的机会。只是为了娶到柳如烟，他将这个名额让给了张月。跟你们说，买蓝精灵的马内都是他出的，不过昨晚太猛了，有个蓝精灵爆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听着这些话，秦川并没有感到生气或者愤怒，只是羞耻。柳如烟的所有钱都是他给的，他出钱给对方的白月光买蓝精灵，进入自己苦苦追求女人的自动门。月哥，柳如烟的钱不都是秦川给的吗？那个秦川可真是爱做冤大头。秦川嘛，他就是个爱，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他的女人，狂砸几百万进来，还将出国名额让给了月哥，再不是脑子有病吗？就是因为他有病，月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你信不信？只要月哥一句话，就能让他报了全部留学费用。就在这时，秦川从隔间里走出来。我就是个傻子，对吗？我是个冤大头，对吗？完犊子了，全部都被他听到了。现在怎么办？呵呵，他就是个窝囊废，听到了又如何？谁不知道他离不开柳如烟，而柳如烟喜欢的是月哥。就算他头顶一片大草原，那也得忍耐。只有这样，他才能将不爱他的柳如烟留在身边。不信的话，就等着瞧。接下来，不管月哥提出怎样的要求，他都得答应。秦川，你不是想我出国吗？我现在可以同意你的要求，但你要支付我所有的留学费用。我知道你家庭条件非常好，我算过了，我需要你每年支付60万给我，2年，一共120万。只有这个数额，才能满足我舒服的在漂亮国留学。还有，你最好配一个保姆和我一起去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我要求保姆年龄不超过25岁，长相甜美，会疼人，能满足我那方面的需求。不然的话，我就要考虑不去出国留学了。还有别的要求吗？看吧，这秦川真贱，他果然同意了月哥所有的要求。张月似乎从秦川的表情上看出了一些不对劲。暂时没有别的要求了，就先这些吧。以后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也不迟。喂，赵主任，我是秦川，去漂亮国留学当交换生那件事情，我想好了，我愿意去。哎呀，秦川，你终于算是想通了。我还不明白，这么好的出国机会，你为什么要推荐那个叫什么张月的？上次我找他谈过话，他就是个学渣，英语都不过关，专业课成绩还一塌糊涂，让我很为难啊。我这几天因为这个事情都快苦恼坏了，现在好了，幸亏你自己拿回这个名额，那我就好办了。月哥，今天哥们儿可能说错了话，但谁能料到秦川在南中偷听，对不住了。月哥，这也不能怪我们，谁知道厕所里面还蹲着个人呢，你别见怪哈。月哥，我上完了，我先走了。现在的结果完全超出他的预想，他很早就有出国留学的梦想，秦川让给他这个机会，曾经让他高兴了很久，而现在看来，好像是被自己给完没了。秦川，你说是不是因为昨晚的事情？昨晚我和柳如烟钻了小旅馆，刺激到你了，对不对？可那并不是我缠着柳如烟的，而是她缠着我。她为了跟我钻小旅馆，不惜在寝室外面足足等了我3个小时。秦川，柳如烟就是个，她不值得你爱。秦川，你不能为了那个臭毁了我的人生，这对我不公平。为了挽回这个出国的名额，张月口不择言，甚至开始咒骂柳如烟。他终于丧失了理智，扯下挂在脸上很久的虚伪面具，而变得气急败坏。闭嘴！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出国名额，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本来就没有资格得到这个名额，你的家庭条件更不允许，所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哼，秦川，你这只臭舔狗，昨天晚上不是很硬气吗？有种今天别来求原谅啊！就是，你昨晚本来有跪地求饶的机会，可偏偏要无视如烟和我们几个，带着你的兄弟去开怀畅饮，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秦川下意识朝着柳如烟座位看了一眼，他眼里始终是轻蔑和不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秦川知道，此时的他还正等着他乖乖捧上那张被他鄙视过的100万数额支票。今天是他的妈妈白血病骨髓移植续费的日子，如果没有续费，不但要失去合适的配型，还要被赶出医院。秦川没有再正眼看叶如烟一眼，直朝沈浪走去。不求原谅吗？柳如烟显然也有点惊讶，即便此时他还活在秦川会向他求饶，然后奉上支票的梦里，只不过在他的心里多出了一股淡淡的悔意。我是不是该稍微低一下头？秦川，你装，继续装吧，看你欲擒故纵的把戏要玩到什么时候。秦川没理会他，只是对一旁的沈浪道：沈浪，等会儿放学你陪我去买样东西。猜对了，就知道他舍不得如烟，他很快就会去买礼物讨好如烟。他是因为忘了准备求饶用的礼物，才不敢再和如烟坐在一起呀。听到这些话，柳如烟也放下心来，这种误会的言语
对他来讲非常受用他自信的任务。秦川早就被他拿捏死了，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刚刚是我想的有点多了，无论我做什么，秦川都不可能对我撒手不管。川哥说让我放学陪他一起买样东西，看来还是用来挽回柳如烟的。以前川哥在求柳如烟原谅的时候，都是去学校门口那家首饰店挑东西，经常会参考我的意见，这次也不会有例外了。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我跟柳如烟分手后，她妈妈打电话让我拿100万给她治病，而我却拿着这些钱去付租。川哥，不得不说你是真牛逼，而且你是真的舍得下血本啊，这车可不便宜啊，拿来哄柳如烟绝对够了。你竟然是这么想的？怎么了川哥，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沈浪再次陷入了疑惑，他真不知道秦川这是要干嘛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不对劲。不对啊，川哥，我明明记得柳如烟说过她最讨厌车了，我记得你曾经跟她说过你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跑车，结果她就生气了，那一次你没买成车，反而给她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包包，才哄好她。兄弟，别瞎想了，我这是给自己买车。这款车秦川心仪已久，攒了几年零花钱，想着买下它，只可惜在遇到柳如烟之后，他的存钱罐一次次被掏干净，买车的事情就搁置下来，甚至他要给柳如烟妈妈的这100万支票手术费，都是自己要死要活求着父母，他们才愿意拿出来的。其实100万对秦家不算什么，但秦川的父母根本不看好他们这段感情，所以才不愿意拿出这笔钱。川哥，我给你拍张照片，咱也发条朋友圈嘚瑟一下。喂，秦川，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办事的？刚刚医院为什么说我的账户里面没钱了？你竟然连我住院的钱都忘记交，日后我怎么放心的把如烟交给你？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一点都不靠谱。看来我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和如烟之间的关系了。我看你们学校那个叫张月的挺不错，不但人开朗，嘴还甜。如烟应该嫁给他，就不该考虑你这个废物。听着柳如烟妈妈激动的话语，沈浪都感到无语了。这一家子都特么吸血鬼。阿姨，对不起，我配不上如烟，劳烦您让她嫁给别人吧。正如你所说，那个张月就不错。柳如烟的妈妈显然是被惊到了，她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紧接着尴尬的清清嗓子。那个小川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阿姨也不是那个意思，阿姨只是被医院通知账户里面没钱了。奇怪你怎么没有及时缴费？你看看，阿姨这也是太着急，说了让你不高兴的话。柳如烟的妈妈比她女儿反应快，察觉秦川的话不对，立刻就开始找拨。她已经隐隐意识到自己的账户不是无缘无故缺钱的，之前秦川一直都是提前交好费，让她放心就诊，她的账户里面就没有缺过钱。她把秦川做的这一切认为是理所当然，时间久了还觉得就是秦川欠他们家的，是秦川想要娶他的女儿，所以就应该支付他治病用的所有医疗费。只要对方没有及时缴费，那就是在找骂。见秦川久久都没有回答，柳如烟妈妈的声音显然有些焦急。小川，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小川，你知道吗？我被医院赶出来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及时缴费啊。对不起阿姨，我想我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为你缴费。秦川太清楚柳如烟的妈妈是什么人了，她和柳如烟一样，都是尖酸刻薄之辈。哎呀，小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如烟的老公，我是如烟的妈妈，作为我的好女婿，你该为我缴费的呀。打住吧阿姨，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和柳如烟分手了，不可能是她的老公。您也别抬举我，说我是您的好女婿，您的好女婿应该是那个叫张月的比较合适。秦川，你说什么？你怎么可以？你怎么能跟如烟分手呢？如烟哪里对不起你了？我们家如烟那么好的女孩，难道配不上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甩了她？阿姨，我不算个什么东西，但分手了就是分手了，这是事实，您好自为之吧。不，等等，秦川，你别挂电话。秦川，就算你和如烟分手了，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阿姨去死吧。我现在已经被医院赶了出来，你家那么有钱，应该给我缴费的呀。秦川，无论如何，你快点帮阿姨把费缴上吧。对不起阿姨，如果您需要得到医疗费的话，可以去找慈善机构，可以去募捐，我秦川不是救世主，没有办法关照到跟我无关的病人。挂了电话，秦川直接将他的电话号码拉黑，免得他再继续骚扰自己。沈浪看到秦川拉黑柳如烟妈妈的手机号，也才真正意识到秦川下定决心和柳如烟划清界限。走，咱去兜风。兜风期间，秦川的手机不停地响起铃声，全都是柳如烟打的。柳如烟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头一次这么主动，秦川一个都没有接。柳如烟只能焦急地听着耳边一遍又一遍的无人接听回应。小气泡的特别关注也发来了有关柳如烟的提醒，但秦川一眼都没有看，秦川也没有拉黑他，就让手机这么响着。沈浪好几次观察秦川的表情，担心地问道：川哥，你不会后悔吧？我感觉你心软了，可是
如果你后悔的话，可能会有点迟了。你这2天玩得太大了，你应该知道的，柳如烟太难哄了。以前我的电话和微信，他就是不接也不回，我只是以同样的方式让他感受一下而已。只有这样做才比较公平，所以这不能说明我心软了或者后悔了吧？已经分手了，我不会再对他有任何留恋。柳如烟的那些小姐妹也加了神了，纷纷在这条朋友圈下面留下口诛笔伐的言论。秦川，你真不是个东西，如烟四处找你呢，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竟然带着弟兄开车去兜风了。秦川，你好不要脸！如烟的妈妈因为账户欠费被赶出医院，你不及时续费，竟然用手术费买了车，你还是人吗？秦川，你不是人。如果如烟的妈妈因为欠费做不成手术死了，你要负全部责任。川哥，那是柳如烟啊，她气势汹汹的，好像是要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有什么麻烦可让她找的？我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沈浪还有点害怕柳如烟，但秦川没有因为他产生任何情绪。说话间，柳如烟就眼睛通红的来到秦川的面前，然后伸手一巴掌甩在秦川的脸上。这是你新买的车，对吗？你知不知道我妈账户里面没钱，已经被赶出医院了？你知不知道合适的配型骨髓也将要给别人用上了？秦川，你竟然拿着我妈的医药费去买车，你卑鄙无耻！秦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感受到危机，想要以此逼我就范，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做梦！你的内心戏好多，难道我真的这么卑鄙？我明白了，秦川，你想用这辆车来讨好我是吧？你认识到昨晚犯下的大错，知道普通的手势不会令我原谅你，所以就买来这辆车来跟我道歉，求我原谅，是不是？可你怎么就记吃不记打？难道你忘记了我不喜欢车，我非常讨厌车？秦川有点好笑的看着柳如烟，继续欣赏着她的表演。哎，秦川，你现在就把我妈妈的医药费交齐，我还可以考虑原谅你，否则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我再原谅你这个畜生。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母亲的状况，又加上秦川并没有像原来那样对他低头认错，柳如烟被气得大哭起来。秦川，你就是仗着家里有点臭钱，用这样的方式为难我、侮辱我、伤害我的尊严。如果是以往，面对柳如烟这样的大哭，秦川还会心疼，而现在他看着柳如烟，只感觉她很可笑。柳如烟，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需要我来提醒你？柳如烟察觉到不对，什么意思？柳如烟，你忘了昨晚我跟你说过什么？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过，我们分手了，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柳如烟突然愣在了原地，也许她从来都不认为秦川真的会跟她分手。他到此时此刻都依旧认为秦川昨晚说出的那番分手的话也不过是气话，那根本就不是认真的。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我跟柳如烟分手后，柳如烟的闺蜜竟然当着她的面说要上我的车，而且还说可以随时找她打扑克，她的自动门随时都可以让我进入。柳如烟，你不是不稀罕川哥的臭钱吗？怎么现在哭哭啼啼的来求手术费？你还表示可以原谅川哥，怎么终于想通可以用肉体交换金钱了吗？一向孤傲清高的柳如烟怎么能经受住这种侮辱？她抬起巴掌向着沈浪打过去。柳如烟，你打我可以，但打我的兄弟不行。秦川，你的兄弟们以前都是用来给我下跪的，而且还是摆成心形或者鲜花形状的垃圾。秦川，你竟然为了你的垃圾兄弟凶我！闭嘴，我的兄弟不是垃圾。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张月着急慌忙地奔跑过来，挡在柳如烟前面，充当起了救世主。秦川，你有什么事情针对我，不要这么对如烟。张月表现得像个清纯大暖男，可这样的嘴脸却让秦川隐隐感到有些恶心。他昨天因为留学名额的事情，在背后骂柳如烟是个丑子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暖心的姿态。我可没有对他做什么，你千万不要误会。秦川，我同意你的请求，为了如烟，我答应你，我愿意出国，就算被你赶出国去，流落异国他乡，陷入孤独无依的境地，我也愿意。只要你能照顾好如烟，只要你能帮如烟的妈妈交上医药费，将她治好，我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张月将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完全无视了秦川白天给留学经办处赵主任打过的那个电话。不过秦川很清楚他的目的，他就是想再尝试问一下，弄清楚秦川究竟还会不会将留学的名额让给他。哥们儿，你装什么呢？你这话说的我都感动了，花我的钱，用我的资源为他的妈妈治病，拿我的出国名额，你还觉得自己做出了流落异国他乡这么大的牺牲，你这到底是什么脑回路？柳如烟和张月忽然间都有点尴尬，他们似乎在此时才意识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便利的源头都来自秦川。张月，你大可不必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不应该忘记白天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了赵主任，同意拿回属于自己的名额，我会自己出国深造，利用深造的机会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而不是让你利用我的善良得到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机会，还好像受到多大委屈一样。
秦川，你混蛋！你说好的那个出国名额给我的，我反悔了，不给了。是你自己不愿意出国，觉得出国是莫大的牺牲，我拿回名额正好。张月看向柳如烟，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没有当着秦川的面求柳如烟为他说清，让他求秦川让出留学名额。他知道现在不是时候，下一刻他又故作好人道：秦川，我出不出国没关系的，只要你肯拿钱出来，继续让如烟的妈妈接受治疗，让我做什么都行。张月低声下气的样子，真像一个好人。秦川仿佛变成了一个大坏蛋，故意不救人，故意害死柳如烟的妈妈。张月，别求他，这样的人渣不值得你求他。柳如烟丝毫没有意识到他母亲的绝症是多么可怕，他母亲随时都可能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因为对张月的心疼，他毫不犹豫把他母亲的安危都抛到脑后了。行了，犯不着求我也没有责任和义务让他的妈妈继续接受治疗。张月，你家不是有2套房吗？既然你愿意对柳如烟好，愿意救她的妈妈，其实卖掉1套，什么问题就都解决。听秦川这么一说，张月眼见的慌张起来。张月不但慌张，而且脸色还变得很黑。从他这种表情就能轻易看出，张月是一点都不想为柳如烟家付出。柳如烟缓缓看向张月，她也不难发现对方脸上这种尴尬，还带着一丝不快。秦川，你凭什么逼张月？他家里的房子都是他爸妈的，产权根本不在他的手里，他做不了主。柳如烟一副为张月开脱解围的模样，声嘶力竭地护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或者伤害。秦川，张月要怎么做是他自己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过问？又有什么资格逼迫他？不好意思，我没有想过问谁的事情，更没有逼迫谁，我只是嘴贱，随口说了那么一句，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引来你柳大小姐如此的反感和嫌恶，恕我嘴贱了。秦川的确是故意问张月那句话的，他就知道张月不可能舍得卖掉自己家1套房给柳如烟的妈妈治病。秦川，你个混蛋，是不是又欺负如烟了？秦川，这就是你买的车吧？好大威风啊！你有钱买车就不肯花一点钱，好好哄哄如烟，没准她还能回心转意，继续和你相处。你这人真是从骨子里坏透了。对啊，秦川，你就是个臭渣男，有了车就忘记你该深爱的女人。诸位，还请不要再继续捣乱了，不要再拦着我，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寝室休息了。秦川，你摆什么谱？不就刚刚买辆新跑车吗？有什么好嘚瑟的？是啊，买了辆跑车又如何？只可惜副驾驶又没有女人，你还只是个单身狗。其中有一个小姐妹却认真看着新跑车，两眼放光，她当真不当假地道：秦川，你这车不错啊，想不想不再继续当单身狗？我来做你的副驾怎么样？秦川，我做你的女朋友，咱俩一定能玩得很开心。你可以随时找我叠毛巾，我的自动门可是很厉害的哦。这闺蜜说到认真处，甚至把一旁的柳如烟都忘记了。在这一瞬间，这空气之中竟然弥漫出一股淡淡的醋意。或许是这位闺蜜的刺激，柳如烟无端吃醋了。佳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如烟还没同意和秦川这个渣男分手呢，你就当众挖墙脚吗？被提醒之后，许佳娥这才意识到什么，支支吾吾道：如烟，你别误会，我并没有要挖墙脚的意思，我怎么可能喜欢秦川这个臭渣男？他是你的。许佳娥见气氛有点不太对，连忙为自己找补：如烟，我只是想替你试探一下秦川这个渣男，看他对你忠不忠心。柳如烟压根儿不想听许佳娥解释，刚刚她说出想上秦川的车的时候，柳如烟就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你看不上的臭渣男，我更看不上。姐妹，如果你真的想要上他的车的话，那就尽管上好了，用不着遮遮掩掩的说这些。先别说这话，都是谁给你们的自信？柳如烟，你以为他想上我的车，我就会让他上吗？想得美。柳如烟，看你结交的好姐妹，一个比一个聪明，脑子都好用得很。柳如烟她自己心里明白，这帮姐妹脑子好用不好用不知道，反正很没品。许佳娥站在原地，并没有接柳如烟刚才的话。此刻她心里还真想着上秦川的车，她现在就在心里琢磨着，稍后该如何向秦川解释一下，争取能上他的车。秦川，你这个人渣，请你把属于张月的出国留学名额还给他。你凭什么剥夺张月的留学名额？就仗着你家有俩抽钱了是？张朵朵这么一喊，有几个同级的同学朝着这边走了几步，凑近了看热闹。接下来张朵朵就对秦川一顿歇斯底里的痛斥，说秦川凭自己家有点臭钱，棒打鸳鸯，拆散张月和柳如烟，痛骂秦川拿柳如烟得白血病的妈妈作为威胁，让他跟他在一起，还将秦川自己的出国留学名额添油加醋的说成是秦川抢了张月的名额。秦川被他这么一通大骂，那些围上来看热闹的同学都开始指指点点，将矛头指向了秦川。你们知道什么？一个个知道内情吗？就在这儿起哄。接下来沈浪提高嗓门，用简洁的语言将秦川为柳如烟做过的事情解释了一遍，还将柳如烟对秦川的态度以及柳如烟和张月在一起的事情全部抖了出来。不会吧，这世上有如此痴傻的女人？
放着为自己付出无数、为自己母亲的病情跑前跑后的富二代不要，竟然要一个只会甜言蜜语的错男。原来这才是真相啊！他真是个疯子，自己的母亲现在都已经被赶出医院了，不赶紧去跑跑，为他母亲治疗的事情，还在这里磨叽，这是连亲妈都不要了吗？这对狗男女真可恶，竟然栽赃陷害好人，他们两个在一起，却让富二代为他的母亲买单，太没良心了。柳如烟和张月都尴尬地站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的遮羞布就这么被当众撕了下来，好似整个人裸露地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批判。不过奇怪的是，她那种傲娇的表情始终都没有消失过。晴川，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我不信你真的能跟我分手。就算你要分手，可我还没有答应呢。晴川忽然间打了个冷战，柳如烟的这种表情，这种语气，好像与他本人判若两人，让他忍不住的汗毛直立。就在晴川奇怪柳如烟为何会突然间这样的时候，身后又站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叫赵强，和晴川、沈浪都是同一个专业。还有交换生留学名额的事情，大家不知道，我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并解释了吧。这位秦川是我们班的同学，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交换生名额。但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秦川同学非要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张月，以至于大家都认为那个留学名额就是张月的，实际上他是秦川的。至于张月，你的成绩在你们班倒数，真的能拿到那个留学名额吗？卧槽，原来这才是事实啊！这人也太渣了吧，不但抢富二代心爱的女人，还夺留学名额，真是品德败坏的人渣。不过也不能全怪他，要怪也只能怪这个女人，仗着人家富二代喜欢她，就逼迫人家让出出国名额，花人家的钱就算了，还做这么无耻的事情。沈浪见大家骂得这么爽，也跟着站出来道：还有他的这些小姐妹没少花川哥的钱，他们的包包、化妆品，甚至连卫生巾都是川哥的钱买的，他们就是一帮吸血鬼，不要脸到家了。这时柳如烟的小姐妹们也怒了，开始撒泼发疯。滚！所有人都滚蛋！谁让你们围观的？别人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儿？是谁允许你们说3道4，胡乱评论的？滚！全都滚蛋！不滚弄死你们！柳如烟的小姐妹太泼了，这些观众可不敢惹。见状，纷纷散了。晴川玩了一下午，本来就有点累了，看到这样的场景，果断不再理会。如烟，你没事吧？没事，晴川这个混蛋今晚成功气到了我，我不会让他好过。他想跟我分手，我偏偏不。他该为我付出的一切，上一世给我的一切，这一世也都要给我。柳如烟恍惚了一下，她自己都有点不太明白，心底为何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上一世怎么回事？柳如烟皱了皱眉头，她仿佛想起了什么，但一瞬间又忘得一干二净。如烟，你刚刚说不会轻易和晴川分手，那这也就意味着你们之间还有机会。就算没有机会，我也会创造机会。那个如烟，我出国留学名额的事情，你能不能再帮我努力，或者求求晴川？我会想办法的。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我跟柳如烟分手后，她的闺蜜为了给她出气，把我新买的车砸了，还要我赔精神损失费。你这车不是很贵吗？你诬陷我们砸这辆车，那这辆车值多少钱，你就得赔我们多少精神损失费。在晴川回寝室不久后，他们就纷纷跳上车顶，在上面蹦蹦跳跳，还拿武器狠狠地砸。柳如烟没有参与进去，许家娥也闪到了一边，还偷偷拿手机将整个过程录了下来。随后，许家娥主动给晴川发消息告密。晴川，你快点出来看看吧，你的车被人给砸了，他们是为了给柳如烟出气砸车的。当时的情况很复杂，那帮小姐妹实在太疯了，我想帮你阻拦他们的，但却不敢。你刚买的爱车就被砸烂了，这让我很心疼。晴川当天晚上睡得太香了，第二天早上才看到许家娥的信息。我靠！把我车砸了，这帮真是无法无天了，真以为我不敢给他们点教训啊！损坏私人财物，而且涉案金额巨大，这回我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许家娥，谢谢你。不客气，我看到你的爱车被砸，应该及时告诉你的。川哥，你脸色有点不太好看啊，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吗？柳如烟那些闺蜜把我新买的车砸了。哎呀，我去，这帮疯婆子简直是想死了。这可是我昨天才刚刚坐过的豪车啊，这就被砸了。川哥，你不会因为她们是柳如烟的小姐妹，就这么算了吧？怎么可能？随后晴川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警察讲清楚，让他们过来调查。与此同时，还联系了秦家的律师，和他沟通了一番。律师表示很快就到。晴川被砸烂的车前，柳如烟和她的小姐妹全都到了，她们甚至都不是被警察带过来的，而是自己主动过来的。帽子叔叔，我来告诉你们，这个秦川就是个人渣，这辆车是他用如烟妈妈的手术费买的，我们帮如烟砸掉它，理所应当。帽子叔叔，朵朵说的对，
秦川太渣了，人家妈妈得了白血病，急需手术，他去拿钱买车，罔顾人的性命，无耻。对，他就是人渣，他这一辆跑车价值上百万呢，这些钱够给我们买多少鞋子包包的。上次我就看上了一双价值1万块的高跟鞋，他却不给我买，转眼就买这么一辆车，你们说他坏不坏？人渣！呸！帽子叔叔，秦川说过要照顾如烟一家，可他的妈妈得了白血病，他却拿手术费买车，对他全家人不管不顾，这种行为实在太可耻了，他应该遭受法律的制裁。柳如烟的几个小姐妹全都无脑讨伐秦川，整得秦川、楚言都无语了，他们始终一言不发，看这帮无脑的女生到底把事情闹到什么地步。沈浪率先忍不住了，帽子同志，事情并不是他们说的这样，那些钱可都是我哥们秦川的，跟他们有一点关系吗？张朵朵，你的手机还是川哥买的，可昨晚就你凶川哥凶的厉害，还替张月出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还有梁爽，你宿舍那个古奇包包3万多块，也是你逼着柳如烟让他问川哥要的。杨雪丽，你这一身衣服还有化妆品，不会忘了是川哥的钱买的了吧？今天我不但要让你们赔我的车，你们花我的钱也得全部都还回来。之前我是为了跟柳如烟在一起，不得不因于你们的逼迫，现在仔细想想，你们就是在诈骗我。帽子叔叔，可千万别听秦川的，这一切都是秦川的错，他该付出这样的代价，谁让他答应了如烟，却不好好对他和他的家人？别人对不对我无法评判，现在你们就是砸车的嫌疑人，根据法律规定，破坏私人财产，数额还特别巨大，不但要赔偿，还得面临判刑。警察这话一说出口，所有的小姐妹都慌了。不，这不公平，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只是一不小心。如烟，你说句话，我们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秦川，你有什么证据说车是我们砸的？你可别跟我说，你的车关了之后，行车记录仪还开着，并且这停车区周围可没有监控。对啊，秦川，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车是我们砸的？秦川，你这样我们可以告你诬陷。你诬陷我们，让我们的精神承受压力和伤害，你得赔我们精神损失费。对，赔我们精神损失费。你这车不是很贵吗？你诬陷我们砸这辆车，那这辆车值多少钱，你就得赔我们多少精神损失费，不然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柳如烟故意环顾了一下四周，没看到有监控，因此就不可能拍下他们砸车的场面。都叫嚷什么？你们砸车的场面早就被录了下来，谁说没有证据的？秦川同学，赶快把那段视频拿出来证明车是他们砸的吧，我们也好进一步办案。于是秦川就拿出那段视频，当着所有人的面播放了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秦川，难道你的车上真的安装监控了？不对，我们在你的车上明明没有看到任何监控设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你们既然做了，那就得做好这件事情曝光出来的准备。很快，柳如烟就意识到了什么。许家娥，是你。昨晚在他们砸车的时候，你一直在旁边录着视频。许家娥，算我看错了你，我以为你录那段视频就是为了留作纪念，没想到你竟然将它发给秦川。许家娥，你真不是人，为什么要录下证据还发给秦川？你是真的想上秦川的车吧？你个贱人，秦川的车现在被我们砸得稀巴烂，你倒是上啊，看你能不能上得了。你这个贱人，昨天就当众表示要上秦川的车，你这是在撬如烟的墙角，你个不要脸的东西。许家娥感到很委屈，曾经他也是柳如烟的一个好帮凶，给柳如烟出过不少拿捏秦川的主意。虽然他这次仿佛幡然醒悟一般的将砸车视频证据发给秦川，秦川心里也很感谢他，但并不想跟他有太多交集。许家娥终于忍不住了，你们砸了别人的车，凭什么还指责我？砸了别人的车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这么嚣张吗？一群垃圾！我只是站在一个过路人的角度上，看到你们砸别人的车，心里很愤怒罢了。我录下你们砸车的证据，交给车主，是应该的。你们三个跟我们走吧，损毁私人财产，数额巨大，肯定是要先抓起来的。至于日后是该关还是该赔，慢慢会有定论。如烟，你站出来说句话啊！我们也是为了你才砸秦川的车的。是啊，如烟，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们干嘛冒险砸车？如烟，本质上是你指使我们砸的车，你可不能不管啊！张朵朵，你别血口喷人，谁指使你们了？你们只是为了图自己一时爽才砸秦川的车，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说一句让你们砸车的话。如烟，你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啊！我们的确是为了你啊，你现在不管我们，算怎么回事？如烟，你快帮我们求求秦川吧，秦川是车主，只要他原谅我们，我们就能避免牢狱之灾，钱也不用赔了。是啊，如烟，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想为你出气。
现在事情闹得有点大了，快点帮我们求求情吧。如烟，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你指使我们做的，但却是因你而起。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好姐妹，我们也不会跟秦川牵连上什么关系，更不可能砸他的车。如烟，算我们求你，帮我们解这个围吧。三个姐妹都以为只要柳如烟肯开口求秦川，秦川就一定能放过他们，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如烟，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不求秦川？如烟，你快求求秦川啊！如果你帮我们这次，以后让我们替你做什么都行。咱们上大学2年多的姐妹情，你不会一点都不在乎吧？如烟，如果你真的在乎我们的话，就应该求秦川，哪怕让你跪下来求他，你也应该去做。你说什么？让我给他跪下来，我都应该去做。秦川一言不发，他倒是想知道柳如烟究竟会不会替几个好姐妹求情，但以他对柳如烟的了解，他是不可能向她低头的。最终，柳如烟在一番挣扎过后，还是冷冷地撂下一句话：姐妹们，对不起，我做不到，他没有资格让我求他，他只有求我的份儿。一听柳如烟在他们即将蹲监狱的情况下，还说出这样的话，小姐妹们立刻就急了。如烟，你不要这么没有良心好不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他该求你？如烟，如果秦川真的跟你分手的话，就是你该求他，挽回他，你有什么资格让他求你？是啊，如烟，你家都一直享受着秦川的金钱带来的好处，你能给秦川带来什么？秦川只是爱你，才会为你做那么多事情。如果他选择分手，不爱了，你什么都不是。柳如烟，我的好姐妹，你现在这种态度，算是让我看透你了。我们傻乎乎的为你做事，现在出问题了，你却撇得远远的，真是好仗义。柳如烟似乎也没有想到，原来这才是她这几个姐妹的真实想法。在她们的眼中，她只是个没用的花瓶罢了。听到姐妹们这么说，柳如烟的心情直接炸裂了。闭嘴，都闭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要出气，要砸别人的车，跟我没有关系。你们一直都是这样，自己想做，却又要道德绑架别人。你们想要自己买不起的首饰、包包、化妆品，就求着我去给秦川提要求，让他满足你们的需要。而每一次，我都应了你们的要求，让你们的虚荣得到满足。这一次，你们竟然还敢指责我不仗义，指责我什么都不是。对，我什么都不是，那你们为什么要哀求我？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们，我管不着，车又不是我砸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了？柳如烟这一番有点失控的怒吼，让所有姐妹都沉默了。她们只认为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了给柳如烟出气，可她却一点都不买账，一点都不管姐妹情谊。好吧，看来我们之间的姐妹关系算是到头了。张朵朵意识到柳如烟绝无可能求情，那她也只能断了这姐妹关系。是的，到头了，这样无情无义的姐妹要来干嘛？柳如烟，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杨雪莉的姐妹。对，我凉爽也没有这样的姐妹，日后我们再见就是仇人。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跟我断绝关系？我做错什么了？我的确没有让你们砸车，我根本没有支持你们。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我跟柳如烟分手后，她的闺蜜把我新买的车砸了，却说这样做是为了帮我哄柳如烟。秦川，我们砸你的车都是为你好。卧槽，还要不要脸？那我拿把刀捅你，然后说为你好，行不行？秦川，你追了如烟这么久，给她付出了那么多，不就是想和她在一起吗？车砸了，她的气消了，一切就又恢复了平静，以后你们的关系还能像之前那样，这多好。所以你不能怪我们啊，我们这本质上就是在帮你，为你好。柳如烟显然不想真的失去这几个姐妹，她虽然不求秦川，但此时也是附和道：不错，是的，是这样的，秦川，车砸了，我的气消了，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不能为难他们几个。秦川，我同意跟你和好，砸车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你可以跟帽子同志好好说一说，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只要你出面，还是可以化解的。为了一个女人被砸掉价值大几十万的车，真的可以不追究吗？看这帮女人的样子，如此嚣张跋扈，这位同学的爱是不是有点太卑微了？帽子叔叔感觉，如果秦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件事情简直就是天下奇闻。当然，若秦川真的执意不追究，他们也乐意将事情简单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又不是闹出了人命。柳如烟，我已经跟你说明白，我们分手了，你怎么还会误会我要求你原谅？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求你原谅？柳大小姐，还请你不要再自恋，这天下的女人多了去了，我找谁不好，非得在你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你是怎么想的？秦川，你就是个人渣，还好我压根就没有选择过你，一直以来都是你逼我跟你在一起的。现在要说分手，也是我说，你没有资格说。谁说都没关系，反正分手了。这不痛不痒的话，
深深地刺痛了柳如烟的神经。柳如烟狠狠地盯着秦川，仿佛随时都会暴走的姐妹。见秦川如此坚决，看向柳如烟的眼神也都变得嫌弃。此时的柳如烟，在他们的眼中，不再是那众星捧着的月亮，而更像是一坨人见人气的垃圾。秦川，你真的应该感谢我们。你看，是我们砸车，才让你看清楚柳如烟的真面目。她真的不值得你爱，砸掉一辆车，看清一个人，这难道不值吗？不然你只会越陷越深，损失越来越大。我们是在帮你止损，所以你就原谅我们吧。啊，没有人性啊！话还可以这么说的吗？这是长个嘴，什么都可以说吗？行了，大家都不是小孩子，还是别想的那么美好了。你们砸车这件事情已经涉嫌犯罪，我不可能不追究。就在刚刚，秦川已经将这件事情前前后后考虑清楚，倒是不能把他们几个送进去坐牢，不然他们肯定不可能再赔偿。后续再因此闹出许多纠纷，只能是白白给自己增添麻烦。自己总不能天天追着他们几个去要账。警察同志，念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我并不想他们坐牢，不过他们得原价赔偿我一辆一模一样的新车。我这辆车价值80万，我希望你们先将他们拘留起来，如果不完成赔偿，就别放出来。希望你们能答应我的诉求。秦川同学，你这个诉求很合理，当然可以答应。赶快联系你们的家人来赔偿我吧。说完，帽子叔叔就把他们带回警局，拘留了下来。姐妹，没有你们我可怎么活啊？川哥，你没让哥们失望。刚刚那一瞬间，我都感觉你可能要妥协，要放任自己的车被砸，再和柳如烟和好了。你把我当什么人？早就说彻底分手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秦川。秦川，对不起，我应该为以前对你做过的事情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犯过的那些错误。我曾经和柳如烟站在一起，欺负过你几次，让你给我花钱买东西，是我的不对。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用再提起。秦川，那你能原谅我吗？你能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够好，还主动跟我道歉，我当然要原谅你。秦川也只是看在许家娥发给他视频证据的份上，愿意原谅他。如果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只是嘴上说说求原谅的，秦川肯定不会买账。秦川忘不了他曾经作为柳如烟的小姐妹对他的无脑为难。秦川，你能原谅我，那太好了。秦川，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吗？许家娥继续热情道。秦川何曾看不出来，许家娥有点想追求他的意思。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秦川的家庭条件好，有钱。秦川没有说话，他根本不想和许家娥成为多好的朋友。如果答应了他可以，那他就会蹬鼻子上脸，很快就往男女朋友这方面靠。见秦川不说话，秦川，眼看到中午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我想和你待一会儿。这个请求你不会不答应吧？许家娥生怕秦川拒绝，又连忙道：秦川，如果你拒绝了我，那就还是在心里不原谅我。许家娥又表现出属于她的强势，这让秦川有点反感，但秦川还是压制住了情绪。怎么会不原谅你？那好吧，我们一起吃个饭，为了感谢你发给我砸车的证据，我请你。刚坐下，秦川就点了7、8个热门菜品。秦川也够意思了。此时秦川的余光就瞥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是柳如烟。他和张月一起也来到这个菜馆吃饭了。这时许家娥并没有注意到柳如烟的到来，开始支支吾吾地跟秦川表白。秦川，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只是因为柳如烟捷足先登，让我没了机会。秦川，你知道吗？我看到柳如烟的心思一点都不在你这里，看着你一次次对她付出，真的很心疼。可是你喜欢她，我也不能说什么。如果你们真的能在一起的话，我也会为你感到高兴，也会祝福你，哪怕我很喜欢你，也会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是如今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你和柳如烟分手了，那就让我陪着你，好吗？秦川看着许家娥，不得不说，她深情的样子还真是温柔似水，一般男生根本招架不住她这样的猛攻。见秦川不着急表态，许家娥继续进攻。那几个姐妹说你依旧是单身狗，没人做你的副驾，那我们在一起刚好可以打他们的脸。我想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单身狗，我会好好陪着你，做你的女朋友。秦川笑了，这种笑容看起来很满足。家娥，你真是个好姑娘，我知道你无论是长相还是人品，都比柳如烟和她那帮姐妹好多了。看到这一幕，柳如烟当场愣在原地。这一幕在柳如烟看来是那么的熟悉。那个张月，我们走吧，离开这里，不想在这儿吃了。张月显得有点不情愿，但还是跟着柳如烟出去了。如烟，怎么了？你不是最爱吃这家的吗？今天我们一起特意来吃，干嘛要换一家？刚刚张月压根儿没有注意到秦川和许家娥，也没听到他们聊天的内容。张月，我不想在这里吃了，咱们还是换一家比较好。张月，你不是说要对我谈一件事情吗？等会儿换个餐馆，我们好好谈。如烟，你有点任性了，刚才那家咱们经常吃的餐馆多好，菜品多又实惠，能让你少花一点钱的。听张月这么说，柳如烟惊怖地看向他。张月完全没有在意他的情绪，这个时候还想着吃饭让他付钱，
这一刻，他清醒了不少。和秦川在一起的时候，他永远不用考虑吃饭花钱的事情，平时日常开销，秦川也会给很多钱。而现在，他也忽然意识到，钱对他来说是个问题了。他的妈妈得了白血病，前几天因为欠费的事情，他拿出了秦川以前给他的零花钱去续费了。那些钱也支撑不了几天。他和张月吃饭，再让他花钱，他就有点不太自在。毕竟这次是张月找他，要和他聊事情，难道不该他请客？他终于尝到没钱的危机感，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计较。张月，我们吃简单点就行，去其他地方也花不了多少钱。他忽然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很怀念有秦川在的日子。秦川在，他从来都不会感受到任何艰难。现在秦川和他分手了，他的烦恼似乎突然间就多了。餐馆内，在柳如烟仓皇逃离之后，秦川也收起了对许家娥的热情。他并没有气柳如烟的意思，只是想让他看清楚，他的好用在别人身上是多么值得羡慕。秦川，你怎么了？许家娥敏锐地察觉到了秦川的情绪，不安地朝着外面看了看。刚才那道背影，好像是柳如烟，他难道是故意气柳如烟？许家娥，你是个好姑娘，但我刚刚分手，暂时不想谈恋爱，所以我们之间暂时就这样吧，保持普通朋友关系，挺好。那好吧，秦川，我不会勉强你，只要你能开心一点，都随你。另一家餐馆，二人刚刚坐下来。张月，你找我想说什么事情？那个如烟，关于留学名额的事情，你能不能再帮我求求秦川？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对我很重要，我觉得只要你开口求求他，他还是会将名额让出来的。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柳如烟为了讨好她的白月光，居然打开她的自动门，让我随意进入。秦川，我知道你喜欢我，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两件事，帮我把我妈妈的医疗欠费交上，然后把留学名额让给张月，我就跟你叠毛巾，我的自动门你可以随意进出。那个如烟，关于留学名额的事情，你能不能再帮我求求秦川？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对我很重要，我觉得只要你开口求求他，他还是会将名额让出来的。张月的这个请求一提出来，柳如烟的脸色立刻黑了好几个度。秦川已经明确表示跟他分手，就在刚刚，他还看到秦川对许家娥那么热情的献殷勤，他们俩的事儿估计已经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把握能劝动秦川让给张月那个出国留学的名额。如烟，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张月，刚刚在那个餐馆里，你没有看到吗？什么意思？我该看到什么？秦川和许家娥也在那里吃饭。张月愣了一下，还是没有明白柳如烟这话中的含义。秦川和许家娥在那里吃饭怎么了？我说你这么急离开那个餐馆，看来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吃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张月话没有说完，声音戛然而止，他好像现在才突然间明白过来。哦，如烟，你的意思是说秦川和许家娥在搞对象？应该是的，许家娥直接对他表白，而他却笑得很开心。张月听柳如烟这么认真的描述着，张月并没有在意，而是轻松的笑了笑。柳如烟盯着张月，对他这个举动很不能理解。怎么，秦川和许家娥在一起了，你很高兴是吗？当然，秦川和许家娥在一起了，你们彻底分手了，那咱俩不就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吗？说着，张月还一脸柔情地看着柳如烟，柳如烟不由得内心砰砰乱跳。她非常喜欢张月，张月的这种表白也让她非常受用。其实她根本不希望张月出国，她逼秦川将出国名额让给她，只是为了让她所爱的人这个需求被满足。现在张月说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那也应该意味着张月的意思是她可以不出国。张月，你可以不要出国吗？张月愣了一下，眼珠咕噜直转。如烟，这个出国机会对我真的很重要，你一定得帮我求求秦川，让他再将名额让回来。我是很想留在国内跟你在一起，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很一般，根本不优秀。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毕业找工作，估计我的薪水不会太高。如果我没有很高的收入，以后怎么让你过上好日子？但我出了国镀2年金，回来之后含金量就完全不同了，到时候我可以拿到高薪，让你过上轻松幸福的日子。我会让你住上大房子，给你买阔气的豪车，给你买最名贵的包包、化妆品，让你有面子。面对张月疯狂画大饼，柳如烟感动涕零。在这一刻，仿佛她之前为张月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张月之前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柳如烟还以为他压根儿没有在意自己的付出，没想到他竟然都记在心底。如烟，我知道你对秦川和许家娥在一起这件事情有心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可能根本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什么意思？你没有想过，难道真的就那么巧合？我们去那家餐馆吃饭，他们也去了。许佳娥跟秦川表白，还刚刚好被你听到，而且秦川还那么配合。你觉得秦川会是那样的人吗？我虽然不能说完全了解秦川，但他这样的富二代可不会轻易那么殷勤。你的意思是说，秦川根本不是真心和我分手，他只是在赌气，他是故意表现出那副模样，目的是为了气我。不是这样，还能是怎样？不然怎么解释我们这么巧碰到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又刚好碰到许佳娥跟他表白，而且他们还没发现我们，太多巧合了，你觉得可能吗？有道理，你这么一说，他们还真像是演的。张月，你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争取把那个留学名额给你拿回来。如烟，那我就先谢谢你了。秦川对你余情未了，有你出面，一定会成功的。秦川，你越是装模作样，就越证明你还在乎我，你终究还是要被我打。秦川，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那就请你将那个留学名额还给张月。他把我删了，他竟然真的把我删掉了吗？他明明根本就离不开我，他明明一直为我付出了那么多，都不愿意停手。不，我不相信。许佳娥跟秦川他们俩在演戏，而秦川删掉我的联系方式，也不过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想到这里，柳如烟果断点击了添加好友，并在聊天框里写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发出去好友验证之后，迟迟都没有等来秦川的回应，柳如烟有点急了，她又一连发了好几条朋友验证信息给秦川，但秦川还是没有回应。男生宿舍里，秦川看到了柳如烟的朋友验证消息，但他并没有理会。曾经柳如烟也删过他，那时的他就像今天的柳如烟一样，不停地发送好友验证消息，求着对方加回来。他故意不加回柳如烟，也让他体会一下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难道是柳如烟？不对啊，我已经把他的电话拉黑了。喂，哪位？少爷，您的那3个同学的家长都跟我联系了，他们每家赔偿27万，咱还赚了1万。我打电话问问您，那几个人是继续关着，还是可以放出来了？楚律师，麻烦你了，你去跟警局那边沟通，还是再关2天，然后再放出来吧。我虽然肯谅解，让他们不至于被判刑，但他们做出那么恶劣的行为，总该遭受一些惩罚。少爷，您别跟我客气，这些事情都是我该做的，我吃着秦家的饭，就应该帮秦家做我该做的事情。好的，楚律师，那你就去处理好这件事情吧。出去后我一定要把柳如烟拉黑了，太过分了。我们为他出气，可他却一句话都不替我们说，真是太冷血了。哼，她再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姐妹，那样的垃圾，我们以后别再跟她接触了。她不但不再是我们的姐妹，以后我见了她，还会直接把她当作仇人。如果哪天恰好是在我不高兴的时候碰到她，一定狠狠揍她一顿。我真想见她一次就打她一次。以后在寝室里面，我们就孤立她，看她还有没有脸继续跟我们生活在一起。3个小姐妹一时间难以平复愤怒的情绪，这次她们家里都损失了27万，等出去之后，更是少不了面对家人的指责。如果这样还能轻易平息怒火，那就奇怪了。寝室里，许佳娥也不在，只有柳如烟等着秦川的回应，却一直等不到，她心里的难受几乎积蓄到了极点。如烟，你妈的医院账户又没钱了，你赶紧让那个秦川续费呀！你是不是想看你妈干呀？爸，秦川暂时不会给我们支付了，我这边也没有办法，你先找亲戚借一借吧。什么？你跟我说没办法？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怎么能这样？亲戚的事能随意开口的吗？你想让我和你妈都遭到嘲笑，被人看不起是吧？你这个白眼狼！现在就把住院费打入你妈的医院账户，不然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前几天我的生活还一片平静，怎么跟秦川分手后就有一大堆事情？现在想想，他的心里还真是后悔。他后悔自己不应该那么冲动，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秦川一巴掌。如果他忍一忍心中的怒火，秦川大概就不会果决地离开他。如果秦川不选择转身离开，他将会依旧像之前那样过着静好光鲜的生活。不可能，我和秦川之间不可能就这么结束的。秦川又将我加了回来，我就知道秦川放不下我的，他一定会将我加回来的。秦川，我们见一面好吗？聊点事情。信息发过去，秦川并不着急回应，而是扣下手机，并调成静音模式，安心学习。之前柳如烟就是这么对他的，他动不动就不回微信。秦川并不想跟他赌气，只是要让他体会一下，当他对他有需要的时候，迟迟得不到回应是什么感觉。怎么回事？秦川明明加回了我，他不可能一瞬间就放下手机不再看手机了，但他的心里就算他把手机摁灭了，也应该能收到我发消息的提示音吧。以前对我的消息他总是秒回，可现在怎么不回复了？柳如烟越想越纠结，她终于感受到了她所需要的人不回复她的信息是一种怎样让人焦躁的体验。
他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给秦川打语音电话，一遍一遍的打，直到每次都显示对方无人应，才肯罢休。可一连打了20几个语音之后，秦川都没有接到，他开始意识到秦川就是故意不搭理他。而此时秦川正在努力的学习中。1个小时很快过去，秦川没有回应，柳如烟被气差点直接将他删掉。可仔细想想，如果删了，他折腾这半天就白费了。见一面可以，但我的时间很宝贵，希望你定好时间，选好地点。好，那我们现在见面吧，就在学校附近的奶茶店。之前每次约会都是秦川发起邀约，并且提前选好地点，点好吃喝，等着柳如烟。柳如烟往往让他一等就是1个小时起步，压根儿没有将他放在心上。这一次，柳如烟等遇到了之后，发现秦川并没有来，而这边秦川还在寝室学习。找我什么事情？说吧。秦川，我知道你喜欢我，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2件事，帮我把我妈妈的医疗欠费交上，然后把留学名额让给张月，我就给你叠毛巾，给你吃我的鲍鱼，我的自动门你可以随意进出。前世我是柳如烟的女主，重回一世，跟柳如烟分手后，他居然让我拿100万给他妈妈治病。秦川，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我妈妈的住院费你还是要交的，毕竟你那么有钱。秦川，我求求你帮帮我好吗？我妈妈因为医疗账户欠费，被赶出过医院1次，我替她续过1次费，可现在又欠费了。柳如烟几乎是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这已经是她第2次被赶出来，如果不及时续费的话，我真担心她会嘎在外面。你就因为这件事情来找我，可那是你的妈妈，她死不死在外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开慈善机构的，凭什么要给她付钱接受治疗？柳如烟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她简直不相信，面对自己的哀求，秦川竟然会给出这样的回应。不是这样的，秦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不用我求你，你会为我打理好一切，不让我陷入如此艰难的地步。以前那是因为我爱你，愿意为你付出，现在不爱了。再说了，你还好意思提以前？以前我对你多好，不用你开口，我都面面俱到的照顾你。你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只要跟我提一下，我都会像哈巴狗一样跑前跑后，为你们一家解决问题。可是我付出的那一切，你却视而不见，你非但不珍惜，还一次次践踏我的尊严。你妈妈得了白血病，我已经为她花了几10万，那些钱我都没有再提了。认识你就当我倒霉。这些话说的柳如烟哑口无言，她表情呆滞，无力反驳。她似乎在此时才意识到，秦川的确帮她家太多了。你想要拿到钱，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你家不是有一套房子吗？为了给你妈妈治病，保住你至亲的性命，拿去抵押套现也应该吧？再不然，网络上到处都是借贷平台，你完全可以去贷啊，非要找我干嘛？你让我抵押房子，如果房子抵押了，我妈妈治了病，花光了钱，我们全家住在哪里？你难道想要让我们全家流落街头吗？还有，你竟然让我去借网贷，那都是高利贷，借了之后我怎么还得起？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秦川，你们家很有钱，帮我对你来说不难，我不奢求你给我家这笔钱，就当是我借你的。你借我100万，足以治好我妈妈的病，我给你打欠条。什么叫做借？这就是借啊！前几天我拿着100万支票跪下来给你，你熟视无睹，现在又说出借钱的话。秦川，就当我求求你了，我不能看着我妈嘎的。如果你愿意借我这笔钱，我答应嫁给你，好不好？或者这100万就当做给我的彩礼，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不再要彩礼了。第1集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得到这样的100万，并且那还不是彩礼，只是用来给你妈妈治病的钱。如果那个时候你同意嫁给我的话，彩礼另外还会有。那是我一时糊涂，我现在很后悔。可是我们好像回不去了，你也不会允许我们再回到那一刻。既然如此，那你就发慈悲，借给我这100万吧。我没有理由借给你100万。第一，我并不觉得你以后能还得起给我。第二，我有100万，不管是放在银行拿利息，还是投资在别的方面，怎么做不好？借给你对我有什么好处？秦川，一直以来你不是都很喜欢我吗？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得到我，我今晚满足你，你借钱给我可以吗？这表情像是有点惊喜，也好像很得意，但柳如烟却没能从中看到那浓浓的嘲讽和睥睨。她只认为秦川这是兴奋了，听到他要给他，立刻就来了兴致。走吧，秦川，我现在就给你，我们去学校门口的小旅馆，好不好？柳如烟，你每次跟张月都是进的小旅馆是吗？你知不知道你的样子很像一条轻贱的死？你以为我会像张月那样迫不及待的想上你吗？我希望你能自重，保持好你的形象，最好不要让我看不起你。秦川句句宛若长针，一根根扎在柳如烟的心上。他蹲在地上，捂住了脸。然而这一幕对他来讲是何等的熟悉，只不过那时候被唾骂和侮辱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秦川。曾经同样是在这家奶茶店，秦川请他喝东西，只是很喜欢的碰一下他手，就遭到他类似这般疯狂地侮辱。那时候的秦川很窘迫，完全丢掉了脸面，也恨不得找地缝去钻。如今这一幕幕场景，一句句话，全都被秦川还了回来。
秦川，你这是在报复我，对吗？这样恶毒的侮辱语言不该用在我的身上，并且我最不相信的还是你将这些话用在我的身上。我并没有故意报复你，这都是我心底最真实的想法。曾经我眼里的柳如烟，清纯高贵、自爱，但自从某一刻开始就变了，变成了骄纵、嚣张、轻贱、肮脏的人。我不是故意想唾弃你，是真的觉得你让我很恶心。请你不要侮辱我纯洁的爱情，不要侮辱我纯洁的爱情。请你不要侮辱我纯洁的爱情。行了，你起来吧，你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个解决方案。真的吗？我可以给你妈妈提供做手术的费用。秦川，你还是心软了，对吗？对你这种女人，我不会有任何心软。你还真别把我当成慈善机构，我不会白拿这笔手术费，我会在医院建立一个账户，将手术费打进去。一旦你妈找到了合适的骨髓配型，需要做手术了，就直接用那个账户里面的钱。但在那之前，她的住院费还请你们自己去凑。还有，如果一旦用到那个账户里面的钱，你就得给我写借条，我要收利息的。至于利率，到时候再说，我不是放高利贷的，只要符合我的利益目标就行，利率不会定得太高，这一点还请你放心。秦川这么说，也只是在心理上给柳如烟一个保障，他并不是真的要帮柳如烟。根据前世的记忆，骨髓配型合适的实在太难找了，他也是恰好碰上那个骨髓配型，及时拿出钱，才让柳如烟的妈妈成功做手术。而在之后的几个月内，那样的配型在那家医院没有再拿到一个。他妈妈的白血病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不可能再等到新的合适配型骨髓出现。正是知道这一点，秦川才会表示帮忙。你没有必要不相信我，这2年你应该很了解我，我秦川说过的事情一定会兑现，如果有兑现的机会的话，我相信你。不过秦川，我还有一件事情求你，那个留学名额你能让给张月吗？秦川用一种好奇的眼光平静地看着此刻眼前的柳如烟。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就当我从来没有说过吧。行了，看你这么可怜的样子，那我就勉为其难，将留学的名额让给张月吧。秦川，你竟然答应了！他终究是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请求是多么的荒唐。以前秦川是将出国留学的名额让给过张月，但那是因为秦川爱他，为了能娶到她，不惜卑躬屈膝，答应他的一切要求。但现在他们已经分手了，不管怎么说，秦川都没有理由再将那个珍贵而难得的出国名额让给张月，但他却表示能让出来，这说明什么？还能说明什么？说明秦川还爱着我啊！他还挺帅的吗？为什么我之前就没有发现？柳如烟燃起了一丝爱慕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并不容易，甚至有点不那么容易察觉，但却也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秦川，谢谢你。他忍不住向秦川走近2步，靠近他。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可他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由自主的想要靠近秦川。他忽然间感觉到秦川无比高大，就像是值得依靠的大山，让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对方的怀抱。柳如烟，还请你自重一点，我不太喜欢和别人靠得太近，我这个人是有精神洁癖的，请你至少和我保持1米半的距离，否则我会觉得你很野蛮，随意侵入别人的安全领地。这一幕又是何等的熟悉！曾经在秦川靠近他，想和他亲近的时候，他说出过类似的话。虽然秦川此时所说的并不是他的原话，但意思基本上还是那个意思。别人，你当我是别人？你难道不是别人吗？你就这么讨厌我？柳如烟，我答应你让给张月留学名额是有条件的，你得先确定以他的家庭条件有能力出国读书。这次交换生出国是自费的，如果没钱的话，就算获得名额，那也出不了国。如果资金方面不能保证，我让出了留学名额，只能是让他浪费掉一个名额，你明白吧？秦川，我明白，我会和张月说清楚的。想让秦川让出名额，还给他拿出国费用，那绝对不可能。上一世秦川的确是那样做的，结果却帮人家出国深造，等对方回来，夺走了本该是他拥有的一切。秦川之所以同意让出出国留学名额，也是捏准了张月家根本不可能拿出这笔出国费用去发达国家留学，每年至少20-30万，张月家庭条件难拿得出来。秦川知道没有他的财力支持，就算让出留学名额，张月也接不住。他真的不爱我了？不，他应该还爱着我，不然怎么会答应我这2个请求？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跟柳如烟分手后，柳如烟跟她的闺蜜为了抢我当他们男朋友，2人打了起来。就在柳如烟看着秦川离开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许佳娥刚才看到秦川和柳如烟在谈事情，甚至还观察了一会儿。从秦川的表现来看，他对柳如烟很排斥，这让许佳娥的心里有点得意。柳如烟，你还在缠着秦川，你难道还不明白？你们现在已经分手了，他是你的前任，既然是前任，就应该当对方已经死了。许佳娥，都是你害的，你这个撬别人墙角的婊子，你把我害惨了。柳如烟双眼血红的瞪着许佳娥，心里恨透了她。我敲墙角？柳如烟，我从来不做敲墙角的事情，请你不要胡说八道。那天我向秦川示好，你就觉得我敲墙角了，是吧？在我看来，敲别人的墙角跟自己有男朋友却跟别的男人钻小旅馆一样恶心，一样龌龊，一样不是东西。
许家啊，你混蛋，你拐弯抹角的骂我是吧？你才不是东西，秦川才刚刚和我分手，你就去接近他。你不但将姐妹们打车的视频发给他，还在饭店跟他表白，你就是头不要脸皮的畜生。柳如烟，你放屁！你骂谁是畜生呢？你才是畜生！吃我一拳，我这就把你打成英雄碎片！可恶，该惹我，我把你的手指卸了，让你少个男朋友。你得逞了！那天在饭店跟秦川表白，你做了秦川的女朋友，秦川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他肯定是因为你发了那段视频证据，出于对你的感谢，才答应做你男朋友的。可是许家啊，你知不知道，你把其他4个姐妹都害得很惨，她们每个人都得赔偿秦川足够的钱，才能从警局出来。许家啊，你再也不是我的姐妹，我们以后只能是仇人。我没想过那么多，我只知道砸别人的车是不对的，既然对别人的私人财产进行破坏，那就应该赔偿。我这么做也没错。你是没错，但是你就等着被张朵朵几人报复吧。他们不会在乎你有没有错，他们在乎的是你伤害了他们。你这种抢别人男朋友的婊子，也应该遭到他们的报复。我没有，柳如烟，你凭什么说我抢你男朋友了？就算我追求秦川了，可我们并没有在一起，何谈抢男朋友一说？还有，秦川跟你分手了，不再是你男朋友，这样的话，让我提醒你几遍。柳如烟忽然愣住，她的心情竟然莫名的高兴很多。什么？你们没有在一起？没有，我们并没有在一起。柳如烟，你也应该想想你自己的不好。秦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对他呼来喝去，当狗使唤，从来都没有对他好过。现在他跟你分手了，你听说我们没有在一起，凭什么高兴？你在得意什么？秦川心里还有我。张月说的不错，那天秦川在饭店里就是欲擒故纵，他是知道我们进了餐馆，故意气我。你放屁！你当你是什么好东西？秦川故意气你？许家娥听到这样的话，很不乐意。哼，我现在就去找秦川问清楚。秦川刚刚还答应了我的2个请求，这足以说明他心里还爱我。秦川答应他什么请求了？秦川跟他真的还会死灰复燃吗？秦川，你还爱着我对吧？你最好不要再随便骚扰我，你这副模样真让人讨厌。相似的场景，相似的话语，熟悉感极强。柳如烟站在原地，眼角湿润，心底委屈到了极点。秦川，你就是在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我，那你就尽管报复吧，我全都接下。柳如烟，你有什么资格委屈？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了吗？我当初是为了讨你欢心，逗你开心，才烦扰你，而你呢，现在只是单纯的骚扰我，扰乱我。难道这就是一个轮回吗？曾经是他拼命想靠近我，却被我频频无视，而现在反过来了。不，我根本不喜欢秦川，我怎么会突然间这么想靠近他？我接近他干嘛？我不喜欢他的。如烟，如烟，你怎么了？愣在这里干嘛？哦，张玉啊，你吃晚饭了吗？柳如烟下意识关切地问道。张月却没有回答他这个无聊的问题，也没有反过来关心他，而是当即问道：如烟，我刚刚见到许家娥了，她说你今天跟秦川碰了面，我那个留学名额的事情，你帮我求求他了吗？柳如烟心猛地凉了一下，她晚饭还没有吃，肚子不合时宜的咕咕叫了2声。她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张月从来都不关心她的生活，她只关心自己的事情。面对她，她也只是一味的索取。听到柳如烟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张月也直接选择无视，依旧继续焦急地问道：如烟，你怎么不说话啊？到底怎么样了啊？柳如烟陷入了沉思，她又不由得想起了秦川。当她肚子饿的时候，秦川总会热情地送上她最爱吃的食物。我的小公主，饿了吧？都听到你的肚子叫了，我给你买了最鲜嫩的牛排，还有奶茶。柳如烟多半都是神情冰冷地接过秦川递来的美食，那些美食的确是她的最爱，每次她都能吃得饱饱的，但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谢谢。有的时候，她甚至会厌烦地让秦川赶紧走开，少打扰她吃东西。可惜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了，秦川不用她赶，就会走得远远的。我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他对我那么好，我怎么会一直看不见？看见眼前只会有求于自己的张月。柳如烟开始在心里对比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突然间将两者对比，她才意识到，她开始有点喜欢秦川，而讨厌张月了。如烟，如烟，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张月的声音将柳如烟从思绪中拉了回来，似乎是出于某种习惯。柳如烟还是好声好气地对张月道：哦，张月，我已经帮你求过秦川了，他答应了将留学名额让给你。真的吗？那太好了，如烟，我就知道你出马肯定行的。如烟，谢谢你。但是秦川说你要考虑清楚，学费肯定要你自费的。什么？学费我自费？如烟，难道你没有求秦川帮我出学费吗？要我自费，我家哪有那笔钱啊？
出国留学需要50-60万，我家根本就拿不起啊！如烟，求求你，再去帮我求求秦川，让他帮我出学费吧。面对张月的请求，柳如烟下意识还是会感到心疼。张月，你先自己想想办法。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帮你向秦川争取。好，谢谢你，如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哦，如烟，我还有点事情，就先走了。我出国留学的费用问题就靠你了。张月着急慌忙地朝着学校门口小旅馆的方向走去。我对你最好了，可是你对我不好，你只会顾及你自己的事情。可我呢，你从来都不在乎。我妈妈的医疗费用不够，你从来连问都不问一下，这样我求秦川帮你拿到留学费用。柳如烟意识到，她和张月之间一些情感还是出现了细微的裂痕，她的恋爱脑并不会一直在她这里持续下去。她很饿，但却没有心思吃东西，她只想随便走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不觉，她来到了学校的操场，秦川正在操场漫步，在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个柔情似水、身姿矫健的少女。如烟，你妈妈医疗费的事情怎么样？那个秦川怎么还没给账户里面充钱？还有你作为女儿，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妈被赶出医院，不打算管了是吧？爸，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什么时候不管我妈了？柳如烟对这个父亲感到无语。爸，我已经求秦川给我妈准备手术费，他也答应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他只同意在妈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之后支付手术费，而那笔钱是以我的名义借的。在此之前，妈的住院医疗费用还得我们自己凑，我的钱在上次给妈交了医疗费之后就没有了，你得先找亲戚们借一借，把前期的费用先补上。听柳如烟说还是得借钱，叶朝阳心里很不满意，但他已经意识到这一次是真的得去借钱了。如烟，不是爸说你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跟秦川分手呢？我听说秦川不是拿着一张100万元的支票跟你求婚吗？怎么就变成了你们分手？爸，分手是秦川提出来的，如果他真的爱我的话，就不应该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只能说明他不爱我。既然不爱我，就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柳如烟说出这样的话，完全是出于违心，只有这样说，他才能求得心理上的最大安慰。你这丫头就是不知好歹，秦川对你怎么样，我看在眼里。如果这样的人还不值得托付终身的话，那谁值得？难道是那个张月吗？那个油嘴滑舌的东西，只会说不会做，可你偏偏将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秦川跟你分手，并不能怪秦川，这一切还是因为你做的太差。如烟，你再去求求秦川吧，让他回到你的身边，只有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也只有他能解决咱们家的一切困境。叶朝阳果然还是表露出了他说那些话的真实目的。对不起爸，目前妈的事情暂时只能这样，我和秦川之间的事情不想再提了，你还是赶快再找亲戚凑一凑钱吧。你放心，你借的那些钱，将来我会想办法帮你一起还的。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跟柳如烟分手后，柳如烟和她的白月光在网上造谣网暴我。学长，难得你还记得我？怎么不记得呢？我每次无聊的时候来到操场，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你矫健的身姿。哈哈，学长，你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是在表白？那你做我女朋友好吗？好啊。不会的，秦川不会喜欢上一个小学妹，他配不上秦川。以前柳如烟从来不在乎秦川的事情，可是今天看到他和别的女生走得近，竟然莫名心痛起来。这不是柳小姐吗？柳小姐，你好像没有吃晚饭吧？长个脸，请你吃个饭怎么样？当然可以，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吃点东西吧。以前秦川看到他和别的男生接触，会立刻冲上来，气急败坏地宣示主权。反观现在，秦川一点都不在意了。柳如烟想怎样怎样，想应哪个男生的邀约，应就行了，他完全不会理会。他是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吗？还是装的？如烟，你怎么了？不太高兴吗？哦，没有，我没事的。你能请我吃饭，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突然有事吃不了了，我们下次再约。如烟，你看看我刚发的2个帖子爆了，现在全校学生都知道大3年级的富二代秦川始乱终弃，抛弃自己的女朋友，还强制赔偿几百万分手费，并且无缝衔接找了狐狸精新女友苏子墨。还有，所有人都知道了，秦川抢走我的留学名额，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富二代。秦川和苏子墨现在已经陷入疯狂的网暴中，接下来我感觉他们甚至可能会因为极其恶劣的校园影响而被学校开除。被开除也是他们活该。秦川最让我生气的就是分手没几天就找了个小狐狸精，他就是个无耻的混蛋东西。他不是爱找小狐狸精吗？现在正好让他陪着他的小狐狸精一起被开除。话说到这里，张月忍不住地看向柳如烟，柳如烟也注意到张月的目光。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没什么，如烟，我只是觉得你变了。你以前从来不在意秦川，不管他做什么，
你都不会有任何的留意。可是我察觉到你现在好像对晴川很关注，不管是恨他也好，还是心里有他，你都不像以前那么对他不屑一顾了。柳如烟突然间一阵反胃，转身朝着厕所里跑去，稀里哗啦的吐了一通，吐的并不多，这让他有点奇怪。奇怪，我怎么会突然间恶心？难道是这段时间因为一系列的变故，让我心情不太好，才会呕吐的？如烟，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刚才提到我留意晴川，我就突然想吐。你看到了，我只感到他很恶心，不想再提起跟他有关的任何事情。我现在只希望他被全校网暴，网暴到退学。张月显然察觉到，柳如烟虽然说不想提到晴川，但口口声声都是晴川，他的确比以往对晴川在意的要多得多。晴川知道情况后，他直接将自己的昵称改掉，改成自己的本名。他决定要拿出铁的证据，让那些爱吃瓜的同学认清什么才是真相。于是，一条关于晴川本尊的回应帖子被推了出来，描述了事情的真相，将他给柳如烟和其闺蜜，还有给他妈妈住院的支付费用清单全部发了出来。帖子一经发出，校园论坛又一次被燃爆了。快看，富二代晴川本人出来自证了，他拿出了铁的证据。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晴川这个富二代真是大冤种，交个女朋友不但要养他一家人，给他妈妈治疗重病，还要养他的闺蜜，这简直是天下奇闻，闻所未闻啊！他这个女朋友柳如烟怎么如此不要脸，花了人家那么多钱，连手都不让牵一下。晴川还在持续拿出证据，他将柳如烟和张月一起钻小旅馆的照片也发了出来，并说清楚晴川本人砸几百万连手都牵不到，柳如烟却转眼和张月钻小旅馆。不要脸啊！原来柳如烟才是那个真正不要脸的女人，她还说狐狸精抢她的男朋友，她自己就是狐狸精。像柳如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就应该去死，不让她死太简单了，应该让她赔人家给她花的所有钱，然后再用古代10大酷刑折磨她。对了，他跟那个叫张月的钻小旅馆，张月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晴川看气氛烘托到位，连忙发第二个帖子，关于留学名额的解释。怪不得张月这个名字熟悉，就是他说晴川抢了他的留学名额。这个张月和那个柳如烟还真是一对狗男女，诬陷别人的功力不浅。哼，这两个人太可恶了，以后不要让我见到他们，否则直接拉他们去沉海。我是赵主任，我能证明留学名额属于秦川。秦川为了他的女朋友，曾经是表示要将名额让给张月，这也是因为张月的威胁。后来秦川思考再三，将名额让给了专业第2名穆全。现在留学名额不属于秦川，更不会是张月的，而是穆全的。张月出事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样？秦川怎么会如此果决的反击？以前他从来都不会反击，他不会做出对我不利的事情。听柳如烟还在幻想秦川对他的好，张月都有点忍不住了。如烟，你清醒一点吧，秦川已经和你分手了，并且分手是他提的。在他提出分手的那一刻，就决定放弃你了。他这2年一直故意对你很好，他对你的好甚至无可挑剔，所以才会让你沉浸在一种美好的习惯中无法自拔。是我甩了他才对，他一直以来不过就是我的舔狗而已，有什么资格跟我分手？就算分手是他提的，那也是因为我不接受他这条舔狗。一条舔狗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谁会在乎他？他的样子让张月都察觉到了一丝害怕，张月不敢再多说什么，很害怕再触怒到他哪根敏感的神经，让他怒气大发。张月，你说他故意对我好，让我沉浸在美好的习惯中无法自拔，什么意思？如烟，难道你不觉得这是晴川的计谋吗？晴川始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从他接近你的时候开始，他就在用计。用计？晴川在对我用什么计？如果有个人经常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对你好，围着你的转的话，这个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时间长了都会形成依赖感。一个渣男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通常会使用死缠烂打的方式，一个劲的对对方好，最终会有2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对方经不住其软磨硬泡，会答应他；第2种结果就是对方根本不喜欢他，不会答应他，但在这个时候却因为享受了太久来自他的好，从习惯上变得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都是渣男赢了，这就是他对你用的计谋。还真是这样，这么说来，秦川从最开始就在给我下套，他一直都表现的对我不离不弃，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习惯他的存在。而在我习惯了他的存在之后，他又突然间离开，让我感觉很难受，这种难受完全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听到柳如烟承认自己难受，张月的心里有点不快。柳如烟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他，可现在经过他3言2语的测试，他彻底明白，现在柳如烟的心里，秦川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秦川真是个阴险的家伙，我不会放过他的，我会让他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突然间，张月有点惊慌地看向电脑屏幕，此时电脑屏幕上面他发的那2条帖子已经不在，他注册的账号
也被封禁处理。哼，这次算晴川好运，看来我们的操作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了。张月以为帖子被删除，这件事情就会逐渐平息。可当他和柳如烟出现到学校后，铺天盖地的谩骂还是对他们迎面扑了上来，甚至有人直接到校长办公室举报，为晴川发声。张月、柳如烟，你们做的事情被败坏社会道德和良好风气的行为太过气人。学校经过研究决定，给你们俩留校察看的处分。这是个大处分，如果以后他们再稍微犯点事儿，就得被直接开除，甚至即便不被开除，这个处分也会影响到他们以后毕业和找工作。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柳如烟联合她的白月光造谣我，还要报警抓我。晴川，这些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给我买的礼物，我不欠你的，现在就还给你。我请你发帖给我道歉，澄清你在一些事情上污蔑我的事实。你不帮我恢复名声，就把我毁了，你就是个人渣。污蔑你的事实？是谁让你 P 图说我和张月钻小旅馆的？你就是在胡说八道。如果你不公开发声明道歉，我就去告你损坏我的名誉，把你送进去。还有，你去向学校说明情况，撤销我们的留校察看处分。你在做梦，柳如烟，你醒醒吧！让我发帖向你道歉，那你颠倒黑白，怎么就不知道向我道个歉？你说我毁了你的名声，那我的名声呢？如果不是我及时拿出证据证明我的清白，现在被网暴、被学校处分的人就是我。晴川打电话叫来沈浪，还让他叫来几个兄弟一起收拾地上的礼物。你还算有点良知，知道还回这些礼物。礼物我收回了，但所谓的发帖道歉根本不可能。兄弟们，这些礼物虽然都是一些小物件，但每一件至少也值几百块，加起来总价值至少3万。这些礼物你们拿去二手市场售卖吧，如果遇到识货的行价，卖个1万块钱没问题，卖的钱大家分掉。几位兄弟一看，这些礼物都是最近2年流行的新东西，哪怕是现在也依旧有市场，并且这类精美的礼物非常容易卖出去，回款一点都不难。川哥，不好意思啦，你分个手，却让我们几个兄弟捡到了便宜，也算是弥补一点我对你们的亏欠吧。兄弟们的情谊，我晴川还不完啊！当初这几个兄弟每次需要给柳如烟下跪的时候都很积极，他们为了晴川可以说两肋插刀，甚至不惜牺牲尊严，这都是真正的好哥们。川哥，看样子你还有事情跟这2位谈，那我们就先去把这些东西卖掉了。我恰好认识一个老板，专门收精美礼物的，这些东西一下就能全卖掉。等我们卖了，就给你打电话，咱们兄弟一起去吃个饭。沈浪带着兄弟们屁颠颠的走了。此时柳如烟听说这些礼物在二手市场都还能回款过万的时候，就非常后悔了。早知道他绝对不会还这些礼物，他现在正是缺钱花的时候，1万块钱对他来讲就是巨款。想让我帮你们撤销处分，那是不可能的。首先，学校给出了处分是经过校长和相关老师一致决定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让他们撤销。其次是你们先挑起事端，诬陷我，我都拿出证据回击你们了，怎么可能还帮你们去说情，让学校撤销处分？晴川，你真是个混蛋，是你毁了我，毁了我的前途，毁了我的名誉。难道你们污蔑我，我就忍着不站出来澄清事实？难道我就心甘情愿的当冤大头，让所有人都网暴我？你们污蔑我，我拿出证据回击，这没错吧？而你们现在的结果就是惹我该有的下场。说完，晴川头也不回的走了。只听身后柳如烟还在叫嚣：晴川，你就是个无耻的东西！你把我的照片曝光出来，侵犯我的隐私权，还毁了我的名誉，我要报警！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张月，你陪我去报警，我还要找律师去法院起诉晴川，侵犯我的隐私权，损害我的名誉。张月一听柳如烟要完蛋，当即怂了。如烟，你冷静点，我们现在的情况不能再闹了，如果再闹，怕真的要被学校退学。再说了，打官司是一件非常耗费金钱和时间的事情，我们跟晴川耗不起。看张月一副没出息的样子，柳如烟从心底瞧不起他，甚至感觉他的模样让人厌烦。张月，难道我们只能被晴川欺负？柳如烟盯着张月，心里面的怒气值一点点上升，让他送还礼物找晴川闹，就是张月出的主意。这个主意害他白白损失了1万块，他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心疼。他现在看张月越来越不顺眼。如烟，暂时先忍忍吧，你现在的精力应该放在给阿姨治病上面，如果有空，你应该多去医院看看阿姨，看她的情况怎样了。说完，张月连忙找个理由离开了。看着张月离开的背影，柳如烟很合时宜的胃里翻滚，干呕了2下，但什么都没吐出来。奇怪，我最近怎么老是想呕吐？都是晴川，该死的晴川，气死我了！他倒是没有骂张月，他下意识还认为张月依旧是他最喜欢的人。如烟，不好了，你快点来医院看看吧，你妈妈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上次他去医院，还是晴川带他们一家给他妈妈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柳如烟突然有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觉，挂了电话就朝医院奔去。爸妈怎么突然就这样了？他因为太饿了，就吃了1包干方便面。方便面是硬东西，吃的时候
没有彻底嚼碎，就在喉咙上拉出一个小口子。柳如烟顿时就低声啜泣了起来，祈祷她妈妈一定不要死，毕竟是亲妈。虽然在妈妈得病的时候，她不经常来看望，但妈妈突然离世，她的内心还是会难以承受这种打击。哭，你就知道哭？难道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你搞砸的吗？我搞砸的，爸，这怎么就是我搞砸的？妈妈得病，难道是我的错吗？你以为我想自己的妈妈的这样的重症吗？如果不是你跟秦川分手，你妈妈会走到这一步吗？之前秦川给你妈妈办理入院，还积极寻找做手术用的骨髓配型，在1周后，适合的骨髓就找到了。可就在第2天，你妈妈就因为医疗账户余额不足，被赶出了医院。那一天本来是该你妈妈做手术的日子，如果秦川还继续续费，如果他的手术费足够，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他的白血病就能治好了。我也想不到会变成这样啊，又不是我提的分手。当时医生说过，你妈妈很年轻，身体素质不错，那个配型的吻合程度又高，做完手术吃一段时间抗免疫排斥药物，她就能恢复的跟正常人没区别。如果上次做了手术，你妈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如此危险的情况？这一瞬间，他还真是非常后悔，他后悔没有答应秦川的求婚。都是秦川害的，爸，分手是秦川提出来的，我没有说要分手。那秦川为什么会突然间分手？他那么喜欢你，怎么就猛然决定分手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到底做了什么？爸，我已经求过秦川，他答应看在我们之前在一起的份上，给我妈出手术费。他建了一个医疗账户，手术费就在里面，只要我妈一需要做手术，立刻可以用里面的钱。他虽然表示那些钱是借给我们的，但只要能救我妈，以后我打工还他。行了，如烟，你先冷静冷静吧。你妈这次能不能抢救回来，还不一定呢。这时，柳如烟认真看向柳朝阳，发现他脸色发黑，精神状态很不好。爸，你这段时间照顾妈一定很辛苦吧？你要多注意休息。行了，我没事，可能是因为最近休息不足，我的肝脏隐隐有些疼，吃一些护肝的药物就行了。说完，柳朝阳又剧烈的咳嗽了几声。看柳如烟这副可怜的样子，为了不让他担心，接下来柳朝阳又忍住咳嗽，尽可能不让他看到自己病态的模样。柳如烟只顾忧心母亲的情况，也恍惚的忽略了这个细节。他的命算是保住了，但看起来非常虚弱。家属以后注意点，千万不要再让他吃硬的带有棱角的东西，也要注意避免外伤，不然真的可能因为止不住血而丢掉性命。谢谢医生，我们知道了。妈，你好好养病，手术费我们有了，等合适做手术的时候就能直接用。以后你可千万别吃干方便面了。你妈妈的住院费又快没了，1周后如果不能续费的话，又会有麻烦。爸，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找钱的。柳如烟走后，叶朝阳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竟然咳出几口血来，但他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还可以，并没有在意。住院的钱该怎么办？现在秦川已经不愿意出住院费了，在没有找到新配型前，住院费就得自己想办法。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柳如烟几个闺蜜被关了几天出来后，第一时间不是找柳如烟，也没有回家，而是找到了我。秦川，难道砸车这件事情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你不买车的话，我们还会砸吗？张远，你怎么了？怎么发出这种声音？哦，如烟，我在操场上跑步呢，你先去洗个澡吧。原来你在锻炼身体啊，对不起，打扰到你了。柳如烟不自觉地在张月面前表现出卑微的样子，她早就习惯了这种姿态，这样的道歉让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实质上有过情侣的关系，就像是两个关系很一般的朋友。如烟，你跟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哦，张月，我的妈妈生病了，这你知道的。柳如烟刚刚说出这句话，张月就急了。如烟，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妈妈出手术费吧？出手术费的事情，你应该去找秦川啊。秦川家里很有钱，你也清楚，我家条件一般，根本就拿不起那么多的手术费。柳如烟连忙解释，不是的，张月，秦川已经答应帮忙出手术费了。但是在我妈妈做手术之前这段时间的住院费，她不愿意出，所以我想找你借一借。住院费远远没有手术费多的，你只需要帮我。如烟，不行啊，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我也没有钱。咱们现在都是学生，而我爸妈每个月就给我那点生活费都不够我花的，怎么可能还有钱借给你？柳如烟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她没想到张月不等她说完话就直接拒绝，她拒绝的未免有点太过干脆了。张月，我只是向你借钱，又不是要你的钱，你放心，我回头就去做兼职，向你借的钱一定会还给你的。柳如烟知道张月还是有些钱的，她跟秦川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是包养的状态，甚至张月有时候还会舔着脸以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问柳如烟要钱。现在柳如烟向她借钱，她说没有，根本就是在说谎。如烟，你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凭咱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有钱的话，能不借给你吗？如烟，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挂电话了，你再找别人借吧。以前学校有很多同学喜欢你，他们肯定乐意借给你钱的。秦川，赶紧还钱，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之前我们砸坏的那辆车虽然烂了，但发动机什么的还好好的，你把它卖了，对不对？我把车卖了，跟你有关系吗？当然，我们已经赔了你新车的钱，那辆老车这该是我们的，所以卖掉的钱也应该归我们所有。秦川，你偷偷将车卖掉，那些钱提都不提一下，这种做法真是猥琐。秦川，都是因为你买车，我们才砸的，我们才赔了那么多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把卖破车的钱给我们。话不必说的这么难听，那车我的确卖了10万块，可钱是属于我的。你们砸了我的车，想过我购车过程所受的那些麻烦吗？砸我爱车，让我很憋屈，我的精神损失费呢？我对你们网开一面，没有让你们坐牢，只是关了几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看在那辆车卖了钱，我还能拿一些的份上。如果你们想拿这笔钱，也不是不可以。咱把帽子叔叔叫来，看你们损坏私人财产，数额巨大，应该判几年。只要你们判了，我就将钱给你们3个分。听秦川这么一说，张朵朵几人立马怂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们都是大学生，多少懂一点法，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如果真的追究成刑事责任，至少得判1年以上3年以内。相比自由和人生的污点来讲，每个人分那几万多块钱，还真不算什么。秦川，你家那么有钱，怎么还能看得上这么点钱呢？你看我们几个人的家庭都不富裕，每家赔了你20多万，都没钱了。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你就把那10万块钱转给我们吧，不然我们连生活费都没了。秦川，经过这件事情，我爸妈已经决定不给我生活费了，我会饿死的。多少长点脑子吧，别再做这些无脑的事情了。秦川，难道砸车这件事情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你不买车的话，我们还会砸吗？都是因为你买车，我们才砸的，我们才赔了那么多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把卖破车的钱给我们。挂了，以后别有事没事的来骚扰我。秦川，别后悔，我们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杀鸡儆猴。你们回来了，姐妹们，出来个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们啊！别搭理他，这种人无情无义，烂东西。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你们砸车又不是我的错，你们要恨也只该恨许家儿。姐妹们，我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现在我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我的妈妈得了白血病，我需要凑住院费。我们还是好姐妹，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柳如烟，你也真够不要脸的了，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都不想搭理你吗？到这个时候了，你竟然还想着要问我们借钱，你真无耻。柳如烟，那天我们已经说好了的，以后再也不是姐妹。你现在在我们寝室就是一个多余的陌生人，一个陌生人，我们凭什么借给你钱？柳如烟，你有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我们是为你才砸的秦川的车，可你却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们搜赔了巨额车款，已经返平，你竟然还有脸向我们借钱？柳如烟，借钱的事情你想都别想，我们没有钱借给你，就算有也不借。前世我是柳如烟的朋友，重回一世，柳如烟的闺蜜为了威胁我，对自己人动手，杀鸡儆猴给我看。许家娥，你个贱人！你们要是再敢打我，我现在就报警。我看你们是橘子没蹲够，还想再进去几天。许家娥，你凭什么把我们砸车的视频发给秦川？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这种行为就是叛徒。许家娥，还亏以前我将你当成是好姐妹，没想到关键时刻你竟然这么陷害我。呸！柳如烟才刚刚跟秦川分手，你就想上位，垃圾玩意！陷害姐妹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你们只知道骂我，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错误？人家秦川家再怎么有钱，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们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的车给砸了，难道不该赔偿吗？要说也是秦川善良，不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不然你们几个谁也跑不了，都得蹲几年。你们3个打着柳如烟的名号作威作福，我早就看不惯了。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秦川家的确很有钱，砸一辆车也不过是他的零花钱，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可是你拿出我们砸车的证据，我们每个家庭都赔了20多万，你知道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什么概念吗？你就是个无脑的狗东西，如果你不拿出视频证据，我们就不会有事。现在你让我们每个家庭都损失20多万，你觉得这不是大仇吗？你想用这样的方式讨好秦川，可秦川买你的账吗？你想做秦川的女朋友得逞了吗？我怎么听说秦川找了个新小女朋友？你但凡有点脑子，都不应该得罪我们几个姐妹。你就等着吧，以后没有你的好日子过。行吧，其实说实话，我也挺后悔的。在这件事情里面，我的确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还结了这么多的仇家，我看寝室我是待不下去了。既然大家这么讨厌我，我回寝室收拾东西走，免得让人厌烦。他看似非常委屈，实际上也是在保护自己。他很清楚这3个小姐妹的为人，闹不好他所幻想出来的那些害人方法，这几个人全都会给他用上。姐妹们，看这是什么？许家娥的手机怎么在你手里？我有个好主意，回学校寝室有个路口没有摄像头，先跟上他，用他手机把声音录下来，发给秦川，向他求救。你们别走啊！我知道错了，就我出来，求求你们！姐妹们，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再找一次秦川，如果他还不愿意给我们那笔钱，我们就用对付许家娥的方法，用在他女朋友身上。好啊，这真是个好主意。只是我们要像今天这样做的完美，就算秦川知道是我们干的，也不能让他拿出证据。自从这3姐妹砸了秦川的车开始，她们就和秦川结下了大仇。她们认为秦川让他们赔了那么多钱，就应该拿他开刀，即便不能把他怎么样，也得狠狠地恶心他。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把那个苏子墨约到这里，然后像今天对付许家娥那样对他下手。朵朵，对付秦川不急于一时半会儿，既然我们想到了这个办法，约苏子墨来这里的事情以后就慢慢想。现在我们对许家娥的报复还没完呢。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回去把许家娥的视频发到论坛上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被垃圾腌入未果。不过张朵朵还是手欠的对秦川发去了威胁的信息。秦川，我们今天杀鸡，不知道有没有紧到你这只猴。秦川本来还奇怪许家娥怎么会被人套进垃圾桶里，现在看来张朵朵是间接承认了。其实秦川最开始心里就怀疑是他们干的，只是没有证据就无法妄下结论。许家娥是被你们套进垃圾桶的，随你怎么想，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张朵朵没有给出正面回答，她自然是怕秦川留下她承认的证据。秦川也没有再继续追问这件事情，他知道他越是追问，张朵朵就越谨慎。秦川，小心你身边你关心你爱护的人吧。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你应该有一种寝食难安的感觉。当天下午，张朵朵4人又找到了秦川，还是说那辆被砸坏的车卖那10万块钱的事儿。秦川懒得理他们，转身就走了。好，秦川，既然你将事情做得这么绝，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你等着。当天晚上，张朵朵用小气泡的小号加上了苏子墨，并伪装成淘宝，让他去学校后面拿快递。苏子墨感觉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就告诉了秦川，肯定是张朵朵几个人在使坏。哦，子墨，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真的是谁给你买的东西，反正就在学校附近，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去领一下就行了。真的吗？秦川，你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收快递方式？没跟我开玩笑。当然是真的，不信你今晚去领快递就知道了。那好吧，秦川，那我就相信你。秦川，你今晚跟我一起去吗？我自己一个人去那条小路上取快递，有点害怕。子墨，今天晚上不巧，我们有一节非常重要的课要去听，是有关考研和就业的课程。考研还是准备毕业设计进入社会，也该是开始选择的时候了。秦川倒是没说谎，这天晚上的确有一场关于继续学业和职业规划的演讲，不过这些对他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他只要完成学业，进入自家企业历练，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提升自己就行了。子墨，你去取快件的时候跟我保持联系，有什么事情及时打电话。知道啦。许家娥、张朵朵他们把你害得这么惨，难道你就不想反击？秦川，我怎么回击他们？他们几个都是阴险狠毒的人，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要你配合我，我有办法给他们一点教训，并且这个教训可能让他们再也不敢对你下手。你说吧，让我怎么配合你？只要你依据论坛上发布的视频站出来指认张朵朵他们将你推进粪坑，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这样吗？秦川，其实我保留了一些证据哦，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证据，但我觉得能直接证明就是他们做的。既然掌握了证据，那你不报警？我不敢报警，因为我也不确定那会不会被当作铁证。接下来许家娥就将所谓的证据描述了一遍。也就是说，我的手机上面现在至少有张朵朵和梁爽2个人的指纹，并且那个论坛也是他们3个人里面不知道谁拿着我的手机发的，所以极有可能我的手机上面他们3个人的指纹都有。那太好了，今天晚上你来找我，我们去学校后面那条小路捉贼。苏子墨是吧？来取快递的。一份快递，你们3个人送吗？是的。那快递呢？那快递不是在你旁边吗？是个有味道的快递，哈哈哈哈！苏子墨这才意识到这几人是刻意针对他。秦川，你怎么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子墨，我骗了你，但如果我不用这样的方式，就无法抓他们的现行。他们想害你，我必须给他们点教训。又是你们3个，跟我们走一趟吧。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
从会议室，我一步步报复，把柳如烟闺蜜送进监狱。帽子叔叔，是秦川陷害我们，他故意给我们设局，制造圈套，才让我们做出违法的行为。对，秦川就是个人渣，你们一定要严惩他，绝不能放过他。帽子叔叔，秦川这个人太坏了，上次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他就设局陷害我们，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还我们清白。前2天才刚刚被放出来，怎么又怀念那里的生活了？帽子叔叔，其实我们只是跟秦川的女朋友开个玩笑，并没有真的想伤害他。对，只是开玩笑罢了，我们又没有对他做出实质性的伤害，怎么能算是违法呢？我们没有违法，你们二话不说就抓人，这样做不合理吧？你们几个也别激动了，你们的事情3言2语可能还说不清楚，带他们几个人分开录口供。先是许家娥将3姐妹对她的侵害说了一遍，当警员问她能不能拿出实质的证据证明是这3个姐妹干的时候，许家娥果断拿出了她那部被塑料袋装好的手机。警员同志，他们为了不留下证据，就用我的手机拍了视频，也是用我的手机将视频传到论坛上面去的，所以我怀疑这部手机上面至少有他们其中2人的指纹。好，这个证据非常重要。那警员同志，这样的证据能成为他们干坏事的铁证吗？还不好说，需要他们承认才行。如果他们死咬着不承认，还想出了别的理由开脱，那就没办法了。我们曾经办过类似的案子，最终施暴者却逍遥法外了。听到这里，许家娥的脸色不由得黑了下来，很是难看。你也不要担心，我觉得坐实他们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们所涉及的并不只有你这一个案子，还有他们背后2位。现在你们说说事情的整个过程吧。秦川直接将张朵朵威胁的短信展示出来，苏子墨也拿出了淘宝客服发的信息，消息和人对上号，就是张朵朵注册的小号，这完全可以直接定论，他们是有预谋的陷害苏子墨。而张朵朵那边，3个人一口咬定他们既没有害人，也没有违法，一切都只是在开玩笑，对许家娥的侵害，他们更是只字不提。帽子同志，我们希望你们能尽快放了我们，冤枉好人的话，我们不会善罢甘休。带他们去采集指纹。你们采指纹干嘛？你们不会真的将我们当成犯罪分子了吧？你们拿走许家娥的那部手机，上面有你们3个人的指纹，所以是你们3个将许家娥装进垃圾桶，拿走她的手机，发了那个论坛，这没错吧？对于手机上保留指纹这件事情，3人都没有想到，一时间愣住了神。你们的行为涉嫌对他人进行人身伤害，触犯法律，至少拘留半个月。另外，你们在论坛上发布视频，损害当事人的名誉，如果对方起诉的话，你们不但要蹲监狱，还得赔偿对方名誉方面的费用、精神损失费等等。另外，我们将会以文件的形式通知你们的学校，让学校知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警察叔叔，千万别告诉学校好吗？张朵朵的父亲是个暴脾气，如果他真的被严重处分或者开除，估计得吃不了兜着走。想起父亲暴怒的模样，张朵朵心里就一阵害怕。警察叔叔，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认罪，接受处罚，只求别告诉学校。学校知道了我们的事情，肯定会给我们留校查看或者开除处理的。如果那样，我们的前途就全部毁了。警察叔叔，行行好，别通知学校好吗？你们的事情还不仅仅是眼前看到的这么简单。如果许家娥起诉你们侵害她的人身安全并损害她的名誉，你们可能还要坐牢，只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想隐瞒绝对不可能。接下来，警方就将这3人拘留起来，并给学校发去了通知。学校在得知3人事情后，决定全部给予开除的处分。而许家娥这边了解到繁琐的打官司流程之后，最终却放弃了。她没有那么多的钱跟精力打官司。我选择不起诉你们，但希望你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好好反省。等你们出来，也别再与我为难。我之前是害你们每个家庭都损失了20万，但于法来讲，我并没有做错。但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损失了，而现在我不起诉你们，让你们免于刑罚，也算是我做人的义气吧。你们好自为之。哼，许家娥在我们面前假惺惺的，如果我们给了机会，绝不能放过她。她口口声声说不起诉我们，对我们好怎么样，但我们不还是被关进警局了吗？我看她就是来嘲笑我们，向我们示威的。对，我们现在面临被学校开除的可能，以后人生和前途都毁了，他这算为我们好。如果没有他拿出那个证据，我们不会被拘留，这事情更不会捅到学校去，都是许家娥害了我们，他这次算是害惨我们了。如果学校把我们开除了，等我们出去，就给许家娥来个鱼死网破，我们不好过，他也别想好过。还有秦川和他那个女朋友，谁都逃不掉。还有柳如烟，我们走到现在这一步，都是因柳如烟所致。如果不是为了柳如烟，我们就不会砸秦川的车，也就不会有这后来一系列的事情了。
秦川，我感觉他们3个人的人格问题很严重，如果他们被学校开除了，可能会疯狂报复我们吧？你说他们会不会被学校开除？按照学校的规定，他们肯定是要被开除了。不过我可以做出一些努力，让学校减轻对他们的惩罚。秦川，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也会试着说服学校不要开除他们。子墨，他们试图害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惊吓，你竟然还愿意替他们说话？你不也愿意替他们说话吗？我是怕他们进入社会回来报复我们。如果他们还在学校继续学习，危险性会更小一些。接下来，秦川和苏子墨就一起前往学校的有关部门，说了很多谅解3姐妹的话。他们这并不是在帮那3人，而是在消除自己可能遭受的侵害。明天我会去警局见一见他们3个，看看他们的态度，再给出最后的决定。谢谢赵主任，能考虑我们的诉求，我们只是怕激起他们更大的报复。秦川，即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那我们也不能向威胁到我们的势力低头。如果明天见了他们敢出言威胁的话，那就只能接受被开除的结果了。翌日，赵主任来到了警局，点名探见张朵朵3人。当他说出学校将会给3人开除处理的结果后，仿佛被开除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不过他们并没有傻到去威胁赵主任。本来学校是要给你们开除处理的，但秦川来帮你们说了很多好话，学校最终的决定是给你们留校察看处分。希望这个处分能给你们一个提醒，让你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好好表现。我们保证，等从这里出去之后，一定好好表现，努力学习，以后成为社会栋梁，成为有用的人才。同学，请问你是柳如烟吗？是啊，你是哪位？你是谁？凭什么无缘无故打我？无缘无故打你？打你会是无缘无故吗？你不清楚我为什么打你？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我的儿子，迷惑我的儿子，都是你害得我儿子被留校察看处分。你就是个害人精，扫把星。你是张月的妈妈。其实这一世柳如烟也是重生而来，只是她此时关于前世的种种记忆都还没有被唤醒，只是能零星的想起前世一些事情的眉目。你混蛋！张月被处分，怎么怪我了？我还被处分了呢，如果不是他出馊主意，又怎么会被处分？狐狸精，你还有理了是吧？我看你就是欠揍。前世我是柳如烟的甜婆，重回一世，我跟柳如烟撇清关系后，我的兄弟们开始报复他。柳如烟，你现在就给我们跪下来，学狗的动作，不停地对我们吐舌头。骚狐狸精，你还有理了是吧？我看你就是欠揍。秦川，你个小兔崽子，敢多管闲事，没事找事是吧？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没想到这脚这么重，如果这一脚踢在柳如烟的肚子上，她瞬间就得流产。看到竟然是秦川在这关键时刻护住了她，柳如烟脸上流淌出一抹惊喜的神色。秦川，是你？你跑到学校门口打学生，还不赶紧走？是不是想要让我将你扭送到保安室？张月妈妈还不想放弃，柳如烟可是害得她儿子被学校留校察看处分的罪人，她觉得今天对柳如烟的教训远远不够。你是他什么人？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吗？小子，你最好给我让开！如果我不解气，我们之间的事情是不会结束的。看样子张月的妈妈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柳如烟。当然不是秦川对柳如烟还有爱或者有关爱的任何感情，而是秦川绝对不能让柳如烟留掉张月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掉了，他和张月之间的丑事就没有束缚了。这个孩子将会成为张月和柳如烟之间很大的束缚。这个孩子如果出生，他们2个的生活只会比现在差，绝对不会好。这么时候要尽可能的保护好这孩子，让他成为折磨张月和柳如烟的一个累赘。这位阿姨，我劝你收手。劝我收手？凭什么？就凭你一个还在学校里面上学、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吗？不凭什么，就凭我知道你是谁。你的是张月的妈妈吧？我郑重的警告你，如果你以后再敢伤害柳如烟，我就将这事捅到学校高层去。现在张月是留校察看的处分，如果让学校的高层知道他的妈妈因为他的事情跑到大学里面来打人，可想而知他会直接被开除处理。一旦张月被开除了，他这辈子就毁了，而毁掉他这一辈子的人就是你这么母亲。这位同学，你别激动，其实我和这个姑娘之间的矛盾也不算啥，我刚才的确动手了，但这不也没有对她造成任何伤害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跟这个姑娘道个歉，然后你放我离开，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你可千万不能把这件事情捅到学校高层那边去啊！阿姨，这就对了嘛，这明明只是一件小事，干嘛要将它搞得那么复杂呢？小伙子，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做出伤害这个姑娘的事情，还请你务必不要把事情往学校那边说。姑娘，对不起了，今天是阿姨的不对。阿姨，你放心，只要你不再伤害她，我肯定不会再追究今天发生的事情，您的儿子也不可能被学校开除。好的，小伙子，阿姨走了。秦川，你干嘛？还不把我扶起来？柳如烟，我觉得你有能力自己站起来，用不着我扶吧。秦川这态度让柳如烟始料未及，此时的秦川跟刚才那个热情满怀拼命护住他的人
简直就判若两人。秦川，既然你不在乎我了，为什么还要为我出头？刚刚他打我的时候，你显然很紧张，这说明你特别在乎我，你根本就是对我余情未了，你对我还有爱的，对不对？人就是这么贱，当一个人对他好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当意识到对方离他而去的时候，又拼命的想要挽回，想要挽留。随你怎么想吧，但我还是要再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再误会。既然你对我毫不在意，那为何还要为我出头？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你不就是想要一次次的提醒我？你还在吗？秦川，我知道你为什么会不停的出现在我的前，原来你就是个没有格局的小人。你的出现不是提醒我你还在乎我，而是提醒我欠你的钱，对不对？你跟我在一起的这2年，我总共花了你多少钱？你说个数，我喊你，我还了你钱，你就不必再一次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恶心我，不必再一次次的提醒我欠你的。柳如烟，这可是你说的。虽然我并不愿意承认我是个没有格局的小人，但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可以还我那些曾经花在你身上的钱。好，秦川，我愿意还你那些钱，我一定会还你的。但是还请你说一说，我需要还你多少钱？柳如烟，这张图片是这2年时间我给你的现金记录，这些都是纯现金，刨去了我给你买衣服、鞋子、包包、各种化妆品，以及供你吃饭的那些钱，金额明细和转账时间都标注得非常清楚，每一笔钱都不是子虚乌有。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去对账，我给你的现金比起这个数额，只多绝不会少。这些数据只是秦川闲着无聊的时候随便翻看转账记录统计下来的。2年时间，他给柳如烟的现金金额竟然达到105万。你竟然给过我这么多钱！我说过了，你可以自己去对账。不过我并没有说你非要还我这么多才行。这2年你跟我在一起，分手了，我应该给你一些分手费才对。除了我曾经给你买的那些消费品，还有供你吃喝花的钱作为给你的分手费之外，这些现金再除以2，然后刨去零头，你再还我50万就可以了。秦川在2年时间内给他现金转账100多万。这2年过去，截止到他第一次给母亲交住院费的时候，他也只存下那么几万块钱。当然，这2年来，他也将不少钱花在了张月的身上。50万是吧？好，我答应还你，我拼命打工赚钱也会还给你。不过我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你的钱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还你。没关系，既然你答应还我这些钱，我相信你，你只需要在我们毕业之前将这笔钱还给我就行了。而且我不收你任何利息，你只需将50万的本金还给我就行。秦川表现得很大度，因为本来他就没有指望能从柳如烟身上拿回什么钱。秦川，那我妈妈的手术费呢？这个你放心，我秦川答应过的事情不会反悔。只要你妈妈找到合适的配型，我依旧会拿出那笔手术费，就当是借给你的。是秦川帮我们，秦川真的有这么好？他肯为我们说话？秦川只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他之所以为我们说情，不让学校开除我们，只是想要我们继续留下来。正是因为他设计陷害，才让我们蹲进来的，他是罪魁祸首。姐妹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和柳如烟和好。朵朵，我们不是说好了和他断绝关系，孤立他，以后再也不理会他了吗？怎么还要和好？我说的和好是为了方便利用柳如烟。以前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他现在巴不得和我们和好，那我们就向他提出条件，让他帮我们对付秦川。而我们这次出去之后，估计不太好正面对付秦川。朵朵，还是你思维活跃，这个办法不错。到时候坏事让柳如烟去做，锅也让他去背。不管再出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直接推到他的身上。川哥，上次柳如烟还给你的那些礼物，我们拿去市场上，一共回收了12000块钱。川哥，你来学校附近的酒吧吧，咱们哥几个好好庆祝一下。嘿嘿，这不是柳如烟吗？高高在上的柳如烟大小姐，怎么肯放下身段，来到酒吧当一个服务员了？我怎么记得柳大小姐当初连来酒吧消费都会觉得羞耻，现在当服务员不感觉羞耻了吗？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柳如烟觉得去酒吧的人就很恶心，很低俗。川哥，你不介意浪哥这么对他？若是换做以前，如果有人敢这么嘲讽调戏柳如烟，秦川早就操起凳子冲出去干对方了。可是这一刻，他却满脸恬静地坐着，没有一丝激动，没有任何表情。柳如烟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们之间翻篇了。如果你们对他有什么怨恨的话，尽管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吧。川哥，既然你开口了，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柳如烟当初让我们兄弟和川哥一起给他下跪，还跪了他好几次，我们可不能放过他。柳如烟，你给我站住！如果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口，我就投诉你，你们这家酒吧服务员态度极差。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你之前看不起来酒吧消费的人，现在又怎样？还不是自己来做服务员？对不起，各位先生，是不是这些酒水口感不好？我给你们换一批。柳如烟，你疯了吧？我们还没开始喝呢，你就在这说胡话。以前的高傲呢？大小姐高贵的姿态呢？
竟然全都消失了，真没劲。对，柳如烟，你真没劲！你这样的女人，哪怕是来这酒吧当服务员，都当不好。柳如烟红了眼睛，她忍不住看向秦川，投以求助的目光。可秦川并未在意她的目光，放在以前，谁敢欺负她，秦川绝对会像疯狗一样上去撕咬，拼了命也会保护她。柳如烟，柳如烟，你现在就给我们跪下来，学狗的动作，你要半蹲着，不停地对我们吐舌头，我们都想看看你的舌功如何。这样侮辱的话语显得无比刺耳。柳如烟听到之后，忍不住泪流满面，但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她却不敢对几人恶语相向。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连她的手都没摸到。重回一世，柳如烟的姐妹出狱后找我报复，柳如烟为了钱向别人打开她的自动门。秦川，你个狗东西！如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花的钱，分手后你凭什么让她还？你这个死渣男，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的开关你随便摸，我的自动门你随便进，我去准备一下蓝精灵。自从柳如烟答应秦川要还她钱之后，她的心理压力变得很大。如烟，我们出来了，你还好吧？今天晚上你回来寝室一趟吧。如烟，我想好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大家都是同寝室的姐妹，我不该参与孤立你的事情。如烟，这几天寝室里面没有你，少了很多欢乐，你快回来吧。这3个小姐妹也是刚刚被拘留出来，就纷纷给柳如烟打电话，看样子是想恢复以往的姐妹关系。柳如烟知道后，瞬间欢天喜地，当即就决定回寝室了。姐妹们，你们真的愿意跟我和好吗？如烟，我们可以和好的。柳如烟隐隐察觉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又忍不住询问原因。可是为什么呢？你们本来打算和我断绝姐妹关系了，现在怎么又想通了呢？如烟，你应该知道我们被拘留了15天这件事情吧？我知道，可是姐妹们，我帮不上忙。我们知道你帮不上忙，我想说的是，在被拘留的这段时间，我们想了很多，觉得我们可以和好，我们3个人都应该跟你和好。其实你说的对，真正害我们有什么损失的是许家娥那个贱货。从一开始你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怪你。砸秦川的车那件事情的确不是你让我们干的，我们自己要那么做，又怎么能怪你？如果我们因为那件事情责怪你，岂不是太蛮不讲理了？姐妹们，那件事情我做的也不对，我心里清楚，你们就是为我出头才做的那件事情，可是我却为了那微不足道的面子，没有站出来求秦川放过你们，导致你们赔钱，还被关了几天。不用自责，都过去了，我们没怪你。你们知道吗？在那之前，秦川已经决定彻底放弃我了。那天就算我求了他，也不会有任何用的。我的祈求不能改变任何结果，秦川会坚决的索要他那辆车的损失。听柳如烟说出这些，3姐妹心里自然是不爽，她们非常厌恶柳如烟总是试图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样子。不过为了利用柳如烟，她们3个只能装模作样。如烟，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翻篇了，以后谁也别再提了，我们以后就和好吧，我们以后在一起还是好姐妹。她们心里都清楚，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好了。柳如烟此时在他们的面前就是一颗棋子，这时张朵朵也是旁敲侧击地问道：如烟，你和秦川到底怎么样了？你们还有可能复合吗？不可能了，以前我对秦川与我和好这件事情还抱有念想，可就在前几天他开始跟我谈钱了，我才彻底明白我们不会再和好。谈钱？如烟，秦川不是一直都在跟你谈钱吗？他以前跟你在一起还不是都用钱砸？这次不是了，这次反过来了，他2年多的时间给我花了100多万，说让我还他50万，我才不欠他的。也好，我也不想欠他的，我希望赶快还掉他的钱，再也不和他有任何瓜葛。他现在交了新的女朋友，我出现在他的面前就是再爱他的眼。听着这几天柳如烟在秦川面前的遭遇，几个小姐妹心里非常痛快，这自然是她们想看到的结果。如烟，你也别伤感了，秦川是个富二代，早知道他靠不住的，他就是个见异思迁的人，那样的男人不值得你去爱。对呀，他还不是遇到更年轻漂亮的小学妹苏子墨，就毫不犹豫地离开，去跟那小学妹好了吗？是的，他就是个见色起意的混蛋，男人都一个样。如烟，既然秦川敢甩掉你，那你也不要让他好过。难道你就没有想过报复秦川？我应该报复秦川吗？怎么不应该？我觉得应该。不，我和秦川之间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不好。如果不是我自己太爱做的话，秦川根本不会轻易跟我分手。现在造成这样的局面，我就是罪魁祸首。如烟，我看你真是傻了，你怎么能怪自己？在这件事情里面，你根本没有任何责任，这一切都是秦川的错。可是秦川到底错哪了？如烟，你没有听过渣男圈套吗？你这是无意间被秦川 PUA 的太深了，这才觉得是自己的错，才觉得你们之间分手了，是自己做的不好导致的。
实际上，一切掌控权都在秦川那边。什么意思？姐妹，你应该听说过撸猫效应吧？就是一个人拼命对一只猫好，经过好几天对它好之后，突然间冷淡下来，甚至直接消失。这个时候，那只猫就会疯狂地寻找对方，还会拼命地怀疑自己，到底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导致对方不再对它好。秦川的渣男套路就是更复杂一点的撸猫手法罢了。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PUA 你，让你不知不觉就陷入他布下的圈套。姐妹，你还想不通吗？如果你真的想不通的话，那就想想是谁提出的分手。对，是秦川。秦川用2年的时间疯狂对我好，但却断崖式分手，突然间离开我，这就是在用渣男套路，让我陷入无尽的痛苦中。我想起来了，这些话和张月曾经跟我说过的相似。从一开始，秦川就在对我用诡计，他就是在害我。如烟，你看吧，秦川就是个不值得留恋的渣男，你一定得报复他，他让你活在痛苦之中，你也应该反击，也不让他好过。姐妹们，我知道了，我是应该报复秦川，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妈妈的病还等着秦川的钱去治，等我妈妈的病被治好之后，我肯定要开始反击秦川。而这时，张朵朵打算继续在柳如烟面前演。如烟，我现在就发消息骂秦川，他竟然还敢让你还在一起的时候的花费，简直太渣了，不能忍。秦川，你个狗东西，如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花的钱，分手后你凭什么让他还？你这个死渣男，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真想不通，如烟怎么就看上你这渣男？跟你谈恋爱真是倒了霉。秦川，别让我再见到你，见到你我就搞一个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巴掌过去。你们辱骂的那些话，我可以拿来作为证据发给学校，是你们非要惹我，就别怪我无情了。你们3个身上本来就带着一个留校察看的处分，现在还不老实，那就等着接受开除处理吧。这个消息对3姐妹来讲相当炸裂，她们都是脑袋嗡的一声作响，差点要晕死过去。3个姐妹都被吓坏了，开始纷纷给秦川发消息求饶。行了，你们如果不继续骚扰我的话，我是不会把这些记录拿给学校看的，以后长点心吧。 3个小姐妹连忙保证不敢再骂，不过她们很快就反应过来，朵朵，不太对啊，咱们是不是被秦川给耍了？姐妹，千万别这么想，咱们对付秦川的事情还是不能摆在明面上，不然到时候出了问题，后悔就来不及了。3个小姐妹思来想去，还是设法利用柳如烟去对付秦川比较稳妥。柳如烟去酒吧打工了，她们3姐妹就整天在寝室里想办法利用她。那3姐妹不是已经跟柳如烟断绝关系了吗？现在这情况是又和好了。此时，秦川打电话让他爸爸从公司挑选一个经理过来，然后将一张100万的支票交给那位经理，并详细的将他要做的事情说了一遍。这经理很乐意帮秦川完成这件事情。这位公司经理叫杨洋，是秦川父亲秦天明的秘书，他擅长交际，情商奇高，办事能力也是极强。他经常跟着秦天明游走在花丛中，将那些美丽的单身女老板迷得团团转。秦少放心吧，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的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接下来的几天，杨洋都刻意去那家酒吧接近柳如烟，每次他都表现得温柔而有男人风度，很快就吸引住了柳如烟的注意力。刘小姐，你是个非常温柔文静的姑娘，我很青睐你，我心里很高兴。这个是给你的小费，你拿着吧。看着杨洋递来的100万数额支票，柳如烟呆住了。给我的，给我这么多小费。柳如烟认真地看着支票，根据她的经验，这张支票并不是假的，而是货真价实。怎么，你不肯接受吗？感觉太多了，钱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博美人开心才是我的目的。收下吧，你在这里工作也挺辛苦的，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这一刻，她面带微笑，她感觉自己可能交到了新的富二代男朋友。杨哥，你是不是想要进入我的自动门才给的我这些钱？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的开关你随便摸，我的自动门你随便进，我去准备一下蓝精灵。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连她的手都没摸到。重回一世，柳如烟为了钱向别人打开她的自动门。杨哥，你是不是想要进入我的自动门才给的我这些钱？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的开关你随便按，我的自动门跟菊花你随便进。刘小姐，抱歉，我可能有点紧急的事情，得先离开了。第二天，柳如烟继续等着杨洋的到来，可是他的身影却没有再出现。柳如烟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骗了，但想想自己拿到的支票，又忍不住摇摇头。怎么会被骗？他都能给我100万，又骗了我什么？为了确定这张支票真的没问题，柳如烟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分成2份存在2张银行卡里。有了这些钱，我就不用在酒吧工作了，我可以还掉秦川的钱，妈妈的手术费也有了。柳如烟很开心，她的心里还想着杨洋，就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柳如烟并没有停止去酒吧打工，她虽然得到这笔巨款，但却期盼着杨洋能继续出现在酒吧。第2天、第3天，杨洋都没有出现，仿佛突然间在这个世界上蒸发一般，让柳如烟每天都心神不宁。
心里空落落的。第4天，他找到秦川，将一张卡交给了他。秦川，这里是50万，你我的分手费。虽然这2年你给了我100多万，还给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我陪着你也浪费了2年的青春。这50万还给你，我以后就再也不欠你的了。是的，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的，互不相欠。按他的预想，当他说出再也不欠秦川的这些话时，秦川应该有点失落才对。可是看他的模样，分明就是轻松自在，仿佛摆脱了他柳如烟，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秦川，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吗？你很不想再见到我是不是？秦川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柳如烟也彻底明白，现在的秦川是彻底嫌恶他了。好，既然是这样，那你可以得到满足了。再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妈妈的手术费我也已经凑够了，不需要再向你借了。所以以后我可能会极少甚至不再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之间没有交集了。那恭喜你啊，同时也祝福你的家人健康吧。秦川，你就不想问问我这笔钱哪里来的吗？秦川没有回应，而是不急不缓地走了。他怎么能不知道柳如烟的钱哪来的？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这笔钱的来源。秦川，我就知道你这是嫉妒我。你看吧，你可以对我置之不理，但没关系，你不爱我，有人爱。就在前几天，我才彻底明白，你就是一个渣男。我从来都没有在你面前玩过心机，更没有给你设过什么圈套。跟你在一起的2年里，我无条件的对你好，我为你花了很多的钱，很多时间精力，从没有怨言。相反，你和别人钻小旅馆，我选择离开，你还敢说是我的错，敢说我渣？秦川，你以为就你会付出吗？现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为何还要落井下石？你不但让我喊你分手费，还不愿意给我妈妈交手术费，说什么要交手术费也算是我借你的，你这算什么爱？相反，就在前几天，有个朋友直接就给了我100万。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那个人不是你，而是别人。难道你真的就没有一点羞愧吗？所以你在得到了一个陌生人的馈赠之后，就沾沾自喜，是吧？说真的，柳如烟，我的确不爱了，我甚至想要彻底摆脱你。既然你今天对我说出了如此多的肺腑之言，那我也跟你说一说这件事情的真相吧。真相？什么意思？秦川，你什么意思？柳如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杨洋，这几天你还能再见到杨洋吗？秦川，你把杨洋怎么样了？是不是你看到杨洋给我钱，觉得坏了你的好事，就出手害杨洋？你快点放了杨洋，快点把他还给我。够了，柳如烟，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恋爱了？杨洋就是我爸的秘书，也是我安排他接近你的。那100万更是我秦家的钱，我拿出那100万借杨洋的手给你，只是想要摆脱你的纠缠。现在你清楚了吧？不可能，秦川，你说的绝不可能是真的。秦川，你别以为编出这些话我就会相信你。这几天你肯定是在跟踪我，才能编出这样的故事。我刚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杨洋是我爸的秘书，那笔钱是我借他的手给你的。你大概以为你和杨洋已经恋爱了吧？你以为杨洋还会回到酒吧，你们之间还能再发生点什么故事吧？只可惜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秦川，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凭什么戏耍我？你刚刚说了，现在是你最困难的时候，谁给你钱，谁就是雪中送炭。可当你知道是我给你的钱，你为什么不觉得是雪中送炭，反而说我在戏耍你？你就是个双标女。杨洋只跟你认识了3天，给你100万，你就可以感激涕零，献上菊花。可我呢？这2年在你身上花了几百万，还和你朝夕相处，换来的只是你一次次白眼。是我跟你提的分手，但你要弄清楚，分手是谁一手造成的。柳如烟又是一阵干呕，这一次干呕持续的时间很长，她隐隐察觉到了不太对劲。我这不会是得了什么大病吧？接下来她去学校附近的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检查单的结果让她很震惊。我怀孕了，这怎么可能？我怎么会怀孕呢？柳如烟愣在原地，久久没有挪动半步。怀孕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就像是个晴天霹雳，一下就把她给劈懵了。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我跟柳如烟分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还有前世的记忆。接上集，柳如烟发现自己怀孕后遭受了太大的刺激，前世的记忆如同潮水一般从她脑海里奔涌而来。张月，上一世我就怀了他的孩子，而且即使找到秦川作为接盘侠，虽然秦川现在对我是百般厌弃，但只要他知道我怀孕了，再加上我1哭2闹3上吊，他肯定受不了我的软磨硬泡，进而答应和我在一起，把我娶回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剧情按照前世那般发展，他甚至想到了再一次帮张月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将他送出国，让秦川放下戒心。于是他在第一时间给张月打去了电话。张月，我怀孕了。哦，怀孕了，那要恭喜你了，如烟，你要做妈妈了。恭喜我？难道你只是恭喜我，不恭喜你自己？你怀孕了，我恭喜我自己干嘛？张月，这个孩子是你的。电话那头，张月愣住了。如烟，
你别栽赃陷害我！你怎么确定孩子是我的？你怀孕了，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你肯定怀的是别人的孩子，你在外面也不少玩吧？混蛋！张月，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怎么可能怀别人的孩子？这孩子100%是你的。柳如烟，你就这么肯定吗？麻烦你仔细想想，除了我之外，还跟哪个男人叠过毛巾？咱俩在一起的时候，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你不可能怀上的。张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还能跟哪个男人叠毛巾？我只有你一个男人。自从听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之后，张月就一直慌慌的，变得毫无风度。柳如烟，就你这么放荡的女人，竟然说只有我一个男人，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你随随便便就可以跟我出来睡觉，难道不会跟别的男人睡吗？柳如烟，孩子肯定不是我的，你爱找谁找谁去，千万可别找我，我不想当接盘侠。柳如烟是想从张月身上找一些支持，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态度，还龌龊的怀疑他不忠和不洁。哦，对了，孩子肯定是晴川的，晴川天天黏着你，你们孤男寡女的，要是什么都没发生，打死我都不信。张月，你就是个混蛋，垃圾！柳如烟，你想骂就骂吧，痛快的骂，骂完了就去找孩子真正的父亲，可千万别来找我，别祸害我。要是让我妈误会我和你之间还怀了孩子，我妈非打断我的腿不可。张月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他睡过的女人多了，如果谁怀孕了就来找他，说孩子是他的，那他有多少双腿够被打断呢？怎么了，柳如烟，你怎么沉默了，不吭声了？你不说了吗？那我挂了。等等，张月，你真是糊涂。我糊涂？柳如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月，首先一点，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你最清楚。这个孩子查出来刚刚怀上1个月，就是那天晚上我和你住小旅馆，你弄破了蓝精灵那次怀上的。我没有过别的男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你之所以说我放荡，污蔑我跟别的男人叠叠毛巾，那肯定是因为你跟别的女人叠过，看来你还叠过不止一次。柳如烟虽然在张月面前是个恋爱脑，但根据她前世的经验，她很清楚张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跟很多女人叠过毛巾，每周最少都会出去叠2次，那又怎样？张月，我说出这些不是想要和你闹掰，告诉你我在为你的后半生考虑。你有没有想过，不管你现在玩的多么欢乐，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归家庭的。如果你没有成家，在外面玩的再欢乐都不会真正开心，因为你会缺乏一种家的归属感。柳如烟说的这些话还真让张月禁不住动容了，她触动了张月内心一种很柔软的东西。如果是个正常人，听到这些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让对方滚蛋，可张月作为一个懦弱的妈宝，竟然沉默了。她甚至有点害怕。如果你还想结婚成家，并在成了家之后依旧能玩得这么快乐而不被追究，那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我在一起。我相信除了我，没有另外任何一个女人能再容忍你做出那样的事情了。如烟，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说点重点啊。重点就是我找晴川接盘，并让他送你出国留学，你有了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我也能衣食无忧。就算日后我不会做你的另一半，至少你也能逍遥自在。最为关键的是，你能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日后镀金归来，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如烟，你这是好主意啊，那你现在就跟晴川联系，让他接盘吧。这件事情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你尽管找我。也没有什么需要你配合的，只是等我成功之后，你答应去国外留学，答应晴川的安排就行了。张月，说真的，就算我以后和晴川结婚了，你和我也未必就没有结合的可能。是，如烟，你现在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好老婆，不管你是否和晴川结婚，你都是我的好老婆。张月，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养了你这么多年，不就是留着现在用的吗？晴川，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虽然他跟张月说了计划，但有些东西并不在计划之内，比如他此时内心真正的情感，他从心底是真的想和晴川在一起安稳过日子了。至于张月，他只是哄骗他，让他配合出国。没有我你怎么活？柳如烟，这话说的太过了吧？柳如烟，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晴川，我怀孕了。你怀孕了，这个我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怀孕的？柳如烟仔细思考了一下，如果只是基于今生的话，只要他不说，晴川无论如何都不会知道她怀孕的事情。他顿时开始怀疑，晴川同样是重生过来的。他大概不知道我也是重生来的，想依靠前世的记忆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才没有想办法弄死我。觉醒了前世记忆的柳如烟比之前聪明太多，脑子转得也快得多。他也瞬间想到，其实想弄死一个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故意杀人、谋杀都是要被判死刑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早就知道了。不然你以为我那天为什么会挡在张月妈妈的前面，不让她打你？你可能以为我对你有情，
想要保护你。其实你错了，因为我知道你肚子里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你的拖油瓶，不会让你好过的。秦川，咱俩和好吧？为了这个小生命，我知道错了。以前你对我那么好，我都没有珍惜，那都是我不好。给我个机会吧，我幡然醒悟了，以后会老老实实跟你在一起，我会对你好，真正像一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那样对待你。秦川感觉这不太对劲，恋爱脑的柳如烟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态度？这态度可以用判若两人来形容啊。秦川，咱俩心平气和的谈谈这件事情好吗？我已经确定你是那个值得珍惜的人，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打住，柳如烟，你不适合再继续说下去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已经因为这个孩子去找过张月了吧？但他并不愿意负责，所以你才来找我，想让我接盘。孩子是你和张月的，该接受你的是他，而不是我。我知道这2年我对你有点冷淡，但不可否认，我们确实朝夕相处。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想要珍惜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不好？现在你怀了张月的种，我不可能当接盘侠。我秦川还没有那么窝囊，所以请你不要再说跟我和好。好，秦川，既然你这么绝情，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秦川看柳如烟果断挂掉电话，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今天的柳如烟太反常了。前世我是柳如烟的魂魄，重回一世，柳如烟怀了白月光的孩子，本想找他负责任，却被白月光一家拒绝。如烟，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如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吗？嗨，你个小狐狸精，上次是没被打够是吧？竟然敢找到我家里！阿姨，你要对我动手的话，可要仔细着，我这肚子里面可怀着张月的孩子呢。你肯定是在骗人，就算你怀孕了，可你怎么证明孩子是我儿子的？我劝你收回你的手，不要胡乱张牙舞爪。我现在是孕妇，打坏了，你要蹲局子的。张月妈妈就是个吃软怕硬的，听柳如烟这么说，就开始好声好气的求饶。姑娘，你怀孕了，孩子也不会是我儿子的吧？这样吧，既然你来了，阿姨留你吃个饭，你别闹，吃完饭你走你的，我们过我们的，互不干扰，怎么样？哦，我和宝宝还真有点饿了，那就先吃饭。看到柳如烟这样的态度，张月和张母都不约而同的愣了一下。柳如烟似乎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怎么了？不是要留我吃饭吗？还愣着干嘛？你们不会只是需要我一下，并不想我留在这里吃饭吧？姑娘这说的什么话？姑娘来我家吃饭，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姑娘，只要你别一口咬定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儿子张月的，以后在这件事情上跟我们划清楚界限，你什么时候来，阿姨都欢迎。对于张母试探的话语，柳如烟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见柳如烟不多开口说话，张母一时间有点尴尬。姑娘，你先坐着，你跟张月聊聊天，我这就去做饭。阿姨不用客气，我已经坐下了。阿姨，今天的饭可得做得丰盛点，不然的话，你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让我和张月划清界限呢？哎呦，姑娘，你放心，阿姨给你做最丰盛的饭，咱们家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今天阿姨全都用上。如烟，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找到我家里来？你不是说要让秦川接盘的吗？来骚扰我干嘛？这个时候了，张月还说出这样的话，也是让柳如烟忍不住眼睛一寒。如烟，你到底想干嘛？你坐远一点，不要拉我这么近。此刻觉醒记忆的他对张月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了，看他这副模样，也是感觉一阵恶心，非常嫌弃。如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啊！张月，我已经跟秦川联系过了，他并不愿意接盘。这个孩子是你的，让别人接盘，好像也还真是有点不合适。他恨秦川不接盘，但也恨张月这个没有担当的男人。在听说她怀孕的事情后，只想把自己摘得远远的，实在太可恨了。怎么会这样？如烟，你不是答应过我会让秦川接盘，还会让他将留学的名额给我吗？怎么能又变卦了呢？你闭嘴！我答应过你，这事情是我能决定的吗？还有，就算秦川把留学名额给了你，你家有那个条件让你出国吗？你可别想打着让秦川给你出留学费用的名额，你要清醒一点，别人又不是傻子，凭什么给你出钱？你，如烟，你怎么站在秦川那边？你不该向着我吗？按照之前柳如烟的习惯，遇到这样的话题，他会直接说去想办法求秦川，可是现在直接指责张月，这样的阵势，张月还是头一次见。哼，向着你，孩子是你的，你不想负责任，还让我向着你，你怎么想的这么美？我今天来也是为你们家好，今天肯定要好好说说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你先不用跟我聊了，去看看阿姨饭做的怎么样了。柳如烟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听到柳如烟这么命令他，张月还想反驳，但抬头看到柳如烟的表情，他却被震慑住了。他下意识躲避开柳如烟的眼神，就朝着厨房走去。哼，柳如烟，现在我就先忍了你，若不是怕毁了我妈妈的计划，
我肯定不会这么顺从。张月，你这个没有担当的人渣，这也只是我开始报复你的第一步罢了。以后你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该有的代价。张月来到厨房，见妈妈已经炒了3、4个菜，全都是硬菜，就摆在旁边的灶台上。妈，我把这些菜帮你端上桌吧。快去快去！若是放在以往，张母哪里舍得张月端这些？对于他这个宝贝儿子，他都是让他老老实实的坐在餐桌旁边歇着，绝不会让他进这厨房闻油烟子。张月，怎么回事？饭还没好吗？我和宝宝都饿了。好了，马上就好。张月有点不耐烦，但他还是压制着情绪。张月，你问问他得做几个菜。如烟，你想吃几个菜？不用太多，弄个4荤4素，8个菜就够我们3人吃了。柳如烟带着一副姨母笑，看起来天真烂漫，实际上这嘴脸让人有点嫌恶。张月很看不惯他这故作姿态的样子，可只能忍着。哦，知道了。如烟，你多吃点，你肚子里的宝宝虽然是别人的吧，但不管是谁的，也都得让孩子吃饱。这个时候，张月的妈妈还在试探柳如烟的态度。放屁！这孩子不是别人的，是张月的。阿姨吃饭吧，别这么阴阳怪气的试探了。我今天来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吃完饭再说。然后柳如烟就低头吃饭，一句话也不应。叔叔呢？他呀，在外地工作，要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哦，我还以为叔叔没了呢。我说怎么不见他人呢？张武和张月都黑了脸，心里一阵添堵。虽然知道柳如烟这是在挑衅，他们还是忍了。姑娘，对于你肚子里的孩子，说说你的想法吧。阿姨，你说这个孩子被怀上了，如果他的父亲不认，那他是不是个人渣？是，他是个人渣。不过，姑娘，我希望你能放过这个人渣。放过那个人渣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他可得吃点苦头。像这样的人渣，是不是得挨嘴巴子才行？柳如烟，你今天来就是折腾我们的吧？你别太过分，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还不一定呢。呵呵，激动什么？好好跟我说话，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好反驳的？不过如果那个人渣挨了嘴巴子，这个孩子也可能就不是他的了。哦，对了，你们别忘了，现在张月头上还有个留校查看的处分，如果我把这事情捅到学校，再诬告他一下，比如强奸之类的，就算没这回事。停，姑娘，你说几个嘴巴子？30个吧，我甚至可以打掉这个孩子，或者也有别的办法处置，但我总得消消气。逆子，让你出去惹事，让你惹麻烦。前世我是柳如烟的天河，重回一世，柳如烟怀孕后获得前世记忆，找我报复。我之所以让阿姨打你30个耳光，是因为你搞大了我的肚子。可之前在我联系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却表现出一副不想负责的样子，这就有点过分了。我心里面有气，能不想打你吗？阿姨，你看，飞碟。现在好了，我的气消了，你也不应该感到委屈。阿姨，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个孩子何去何从的问题吧。姑娘，我希望你能打掉这个孩子，看样子这孩子的月份还很小，你们现在还在上大学，学业最重要，暂时也结不了婚，留下这个孩子不太合适的。只要你愿意打掉这个孩子，我们家就给你5万的赔偿，你看行不行？张月，你的意见呢？如烟，我的意见和我妈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妈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听她的比较好。张月果然是个妈宝男。如烟，我知道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可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也教训了我，这件事情你就松松口吧。不行，这样的处理方式我不觉得不太恰当。姑娘，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如烟，难道你还想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成？我们现在都在上学，哪有功夫生孩子？姑娘，求求你了，你可不能咬住我们家不放啊！打掉这个孩子，接受赔偿，我们双方岂不都图个干净利落？对了，我听说你的妈妈得了重病，现在正在医院救治，你一定缺钱吧？如果5万不行，那我们家就赔偿你8万，行不行？阿姨，张月，你们别着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阿姨，跟你说实话，今天在来之前，我都已经想好了处理方式。那处理方式，姑娘你说说。阿姨，秦川你应该知道吧？我恨这个人，所以我想把这个孩子栽赃到他的头上。但我现在怀着这孩子也挺不方便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个忙。姑娘，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栽赃，说这个孩子是秦川的？柳如烟点点头，将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这个主意不错，如果这样的话，事情捅出来，他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件事情纠缠我的儿子了。喂，如烟班主任吗？班主任老师，这个秦川强奸我家姑娘，导致她怀孕，现在我家姑娘也不想将事情闹大，只要她认下这个孩子，再答应把我家姑娘娶回家，这事情就算和解了。阿姨，你说柳如烟，你家姑娘，柳如烟怎么就是你家姑娘了？
她就是我家姑娘。怎么了？我是柳如烟的干妈。干妈，没想到柳如烟这脑子还挺上线的。这位家长，你先别着急，事情暂时还没有弄清楚。你说秦川有这种行为，那我们可得用证据说话。你能拿出证据吗？班主任老师，秦川这2年和我姑娘的事情，想必你有所耳闻吧？他上赶着对我家姑娘好，可是我家姑娘并不太喜欢他，也是因为他家有钱有势，被逼无奈才跟他做男女朋友。可是他却强迫，这不就是在犯罪吗？张月妈妈，前几天你还在学校门口打柳如烟，还一口一个小狐狸精。你们2个之间那么大的仇恨，今天怎么突然替柳如烟来栽赃我？秦川，你放屁！我家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明明就是你的，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那我怎么会找到你？秦川，你到底做了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秦川，如果你做了，就是犯罪，学校也保不住你。这样的事情发生，老师只能报警处理，你没意见吧？我没做就是没做，诬陷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老师，您报警处理吧。张鲁听此，心里有点发慌。老师，你等等，我家姑娘说了，同意和解，你报警，这样的恶性事件对学校的名声多不好。如果秦川也愿意和解，以后他们2个就在一起，把婚结了，再将孩子生下来，还都能顺利毕业，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我说张月的家长，为什么柳如烟不出面，让你这个干妈出面？还有柳如烟的家长呢？她的父母呢？我家姑娘的亲爸妈生病了，现在都在医院里面呢。她妈妈得了白血病，正在等配型做手术。如果需要他们出面的话，我回头通知他们。如果要和解，肯定得他们双方的家长都在场，把事情理清楚，达成一致才行。这件事情你们最好自己下去处理，行不行？班主任老师，我今天来也只是反映一下这个事情，你们学校知道了，得为我家姑娘撑腰，我就先走了。回头有事情还要找你这个班主任的。班主任暂时也没有好主意，他本来就是局外人，并不想插手，只是本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态度。秦川，这个事情你到底想怎么处置？你愿不愿意和解？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和解什么？他们这是诬陷我。老师，这件事情我没做，他们拿不出证据。翌日，柳如烟去了医院，帮妈妈交上了住院费。看到妈妈的情况还不错，她的内心也就安了下来。爸妈，那个秦川对我太过分了，我怀了他的孩子，他竟然对我不管不顾。什么？你怀了秦川的孩子？爸，我看妈这段时间身体恢复的不错啊，不如你们明天一起到学校走一趟，将小弟也带上。你们是我的家人，可一定得给我撑腰。秦川不愿意接受，我们就告他强暴。眼看小弟年龄也不小了，过2年就得娶媳妇。如今妈妈得了白血病，得花好几10万。虽然我手里现在有不少钱，但你妈妈做完手术，肯定不够小弟买房买车娶媳妇的。如果能嫁到秦家，所有的一切都能轻松搞定，你们老2口也能安享晚年。如烟，你这也太有小心了。你说的对，秦川那个人渣是应该负责。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怎么能躲得干净？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你妈和你小弟去学校闹一场，让秦川站出来谈判。那个人渣就算不愿意娶你，也应该给咱们家足够的赔偿。翌日，柳如烟一家人都闹到了班主任办公室，当然，柳如烟还是没有出面。张月的妈妈也到场了，她联合柳家人怒斥秦川的混蛋。秦川，现在柳如烟一家人都来了，要不你们就谈一谈，看看如何和解吧。老师，我什么都没有做，和解什么？秦川，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是不愿意服软是吧？你这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秦川，你和如烟在一起2年了，怎么说也应该有点情分吧？现在如烟怀了你的孩子，你不站出来负责，这合适吗？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个无情无义的人。叔叔，这2年来我的所作所为，我曾经帮过柳家多少，曾经对柳如烟多好，你应该很清楚。如果柳如烟真的怀了我的孩子的话，我又怎么会不承担责任？我知道她的确怀了孩子，可是那个孩子并不是我的，而是张月的。阿姨，这个事情不应该由张月来负责吗？怎么就找上我了？秦川，做了事情就得负责。阿姨知道你家是大户人家，有钱有势，如果你真的不想跟如烟过一辈子，那总得因为这个事情给我们足够的赔偿吧。姐夫，你如果不愿意娶我姐，那也没关系，赔偿得到位。我姐说了，我现在已经20岁，该是讨媳妇的时候了。我又没有上过学，没啥文化，不容易讨媳妇，但只要有钱，这事儿就好办了。所以你得赔我1套房，再赔1辆车，外加1笔彩礼，这件事情就算完。那你说说，你说的这些总共得值多少钱？姐夫，既然我叫你一声姐夫，那给我的房子怎么也得100-200平吧。云城的房价不贵，全款买下来也就200万罢了。至于车，我最近看上了一款特斯拉，大概30万。彩礼嘛，我不多要，但怎么也得20万吧。所以这加起来
就是250万。玩呢？我看隔壁下人打广告，特斯拉才9万9。姐夫，我像是会开二手车的人吗？要开就开新车。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你强暴我的姐姐，还敢这么跟我说话？信不信报警抓你？柳如烟呢？既然他说事情是我干的，那他为什么不出面？这2次了，始终都不见他出面对质。对啊，柳如烟怎么不出面呢？老师，您说我这女儿怎么不出面？我这女儿是被这畜生强暴的，早就被他吓破了胆，怎么敢来见他？我女儿说了，除非他肯答应举单，以后好好对他，他才敢出面。各位没有必要这么纠结，我早就说要报警处理的，我没有干的事儿，绝对不会认。既然你们如此不肯放过我，那就让警局还我个清白。那好吧，秦川，你报警处理吧。前世我是柳如烟的舔狗，重回一世，柳如烟怀着白月光的孩子找我复合。秦川，你第1集的时候还跟我求婚呢。秦川，我知道错了，虽然我怀了别人的孩子。那。秦川，你报警处理吧。秦川，这可是你自己作死，等你蹲监狱的时候，可别求我们宽恕。秦川当即打电话报警，并通知秦家的律师楚言，将这件事情交给他来调查处理。秦川知道楚言的能力，以他的手段将事情的整个过程调查得清清楚楚，绝对没问题。柳朝阳等人见没能和秦川商量好让他娶柳如烟，他还不愿赔偿，两头没有得一头，事情又渐渐闹大，就灰溜溜的返回了。秦川，你现在将事情闹这么大，对谁都不好。你执意不肯妥协，我不一定能将你送进去，但我会拼尽全力让学校给你个处分，你可能会被开除的。学校给我处分，开除我？莫说我什么都没做，不该被开除。就算我被开除了，又有什么关系？凭我的家庭条件，这个大学上不上又何妨？你约我过来，只是说这些吗？还想说什么？如果没话了，那我就走了。等等，秦川，你真的不考虑跟我在一起吗？秦川，你第1集的时候还跟我求婚呢。秦川，我知道错了，虽然我怀了别人的孩子。但是我也想要个家啊！我愿意答应你的求婚，我什么条件都不要求，只要你娶了我，我以后老老实实陪着你，做一个贤妻良母。柳如烟不像未觉醒记忆之前那么无能，她表示不向秦川开出任何条件，以求自保，让秦川娶她。至于张月想出国留学的事情，提都不提一下。柳如烟，我已经报警了，警察虽然没有找到你，但却带你的家人去调查了。还有，因为你的家人说我强暴你，却无法拿出证据，警方不会对我的人身自由有任何的限制。我已经委托我的律师去交涉，这件事情不会对我有多少影响的。秦川，等着吧，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少爷，这个案子的证据搞定了，可以证明你的清白。秦川打算和柳如烟到警局对质，将这个事情说清楚，免得自己再遭受麻烦。当晚，秦川就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将这个事情告知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柳如烟知道这件事情伤害不到秦川，也没有多说什么就答应了。但随后他就给柳朝阳打去了电话，让他和弟弟找个理由装病，而他的妈妈是白血病患者，警方不会轻易去打扰。如烟，我用不着装病，我现在是真的病了，而且好像病得有点严重。说完，叶朝阳那边的电话忽然就熄了。柳如烟意识到不对劲，脸色一变，连忙赶往医院。医院内，医生暂时也没有对柳朝阳的病情给出一个明确的论断，只是说可能比较严重。柳如烟见到了半夜还等不到一个结果，就先离开医院，让柳朝阳先好好歇歇。翌日一早，柳如烟来到警局，对于警局的传唤，她并不担心，她早就想好了怎么应对。诬陷？我诬陷谁了？又是什么时候诬陷了别人呢？这一句话却是问住了楚言。柳小姐，我这边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撺掇自己的父母诬陷秦川强暴，当然还有一个人参与了这场诬陷，那就是你的干妈李秀琴。我撺掇我的父母诬陷秦川强暴，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为什么不知道？再说了，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做了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干妈？我柳如烟从来都没有什么干妈，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柳如烟，我们已经派人去请你的家人来对质了，这个事情真的假不了，你的家人涉嫌诬陷别人强奸，你要引起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实锤之后，诬陷者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帽子叔叔，我们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你尽管去传唤就是了。另一边，几个警员还真找到了柳如烟的父母，但医院的医生明确告诉他们，柳如烟的父亲柳朝阳目前是肺癌合并肝癌，他的母亲是白血病。警员们一听，这俩人都是绝症，诬陷这种事情吧，可大可小，面对2个癌症病人，没有什么好调查的了。随后，他们又找到了柳如烟的弟弟，只见他这个弟弟也是半死不活，一副病态，还按照柳如烟的事先嘱咐，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警局这边，柳如烟也将自己和这件事情撇得干干净净。此时，张月的妈妈和张月则来到了警局，她一看到柳如烟，就开始和她套近乎。
阿姨，我不会原谅你和你儿子的行为。当初张月违背我的意愿，强迫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好要不要告他。现在看来，我应该告他。张月的妈妈一听这话，当即就慌了。如烟，我的干女儿，你可是我干女儿啊，你不能害我，不能害张月呀。干女儿？谁是你干女儿啊？阿姨，请你不要胡说八道。最后一阵歇斯底里的争论，柳如烟送给张月妈妈一个诬陷的罪名。帽子叔叔，你们也看到了，这件事情跟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完全就是张月的妈妈诬陷晴川，是张月强奸了我，我想清楚了，现在要报警。如烟，我们明明说好了要陷害晴川的，怎么就变成我？混蛋，谁跟你我们？柳如烟看了看楚言旁边的那个 U 盘，她知道那里面有她和张月钻小旅馆的证据。就在1个多月前，是你骗我去小旅馆，然后侵犯我，导致我怀孕。至于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相信帽子叔叔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我一个公平的判决。警员们早已看了楚言提供的小旅馆的视频，当即就把张月控制了起来。张母也被以诬陷晴川的罪名控制住。看现在的情况，只能等着被进一步调查，甚至可能会判刑。这一切都是他弄出来的，可是他却撇得干干净净。晴川这才意识到，这个女人真的很可怕。冤枉啊，警察同志，我是被冤枉的。你们现在证据不足，凭什么说是我做的？张月，你的罪名要坐实的。对于这一点，柳如烟充满了自信，因为她还有确切的证据。不过，柳如烟暂时并没有将那证据拿出来。她的想法是两边吃，她还要在晴川这边再做一做努力。如果晴川最终愿意接受她，那她就直接拿出那铁证，将张月送进监狱。但如果晴川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她的话，她也会考虑将证据藏起来。一方面可以让张月免于被判刑，另一方面也可以用那证据继续威胁张月。柳小姐，按照警局的规定，你必须在24小时内提供张月侵犯你的铁证。如果你不提供证据的话，我们有理由放他离开。像张月这种情况，如果家里人懂法，是可以取保候审的。只可惜，一来他的妈妈李秀琴并不懂法，不知道取保候审这回事儿；二来他自己又因为诬陷晴川被拘留了起来，又怎么对张月取保候审？张月的父亲又在外地打工，他们母子俩只能暂时被拘留了。帽子叔叔放心，我一定会在24小时内提供证据的。听着柳如烟和警员的对话，张月彻底慌了。他突然间意识到了柳如烟说的证据是什么。就在2天前，柳如烟主动勾引他，两个人又一次擦枪走火了。前世我是柳如烟的朋友，重合一世，柳如烟把她的白月光送进去，同时她的爸爸换2种白金疙瘩。柳如烟在24小时内把证据交给了警方，在进行一番检测过后，如他所愿，如果他不愿意撤销控诉，张月将会被移交法院审判。张月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比狗都慌。柳如烟，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诬陷我？张月这么问，自以为能从柳如烟的口中套出一些话来，还他清白。张月，我害你，你竟然敢说是我害你！晴川家的那个律师楚言已经帮我证明了清白，他收集了那2个多月以来有关我的所有监控视频，里面显示我没有和别的男人接触过，更不可能和晴川发生关系，这足以证明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你难道还觉得证据不充分？我承认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可是那并不是我侵犯你造成的结果，而是你自愿的。自愿的？你说自愿的就是自愿的吗？那我为什么还要控告你？他一时间却反驳不了柳如烟，很多到了嘴边的话都鬼使神差的说出来。张月，你对我做下那些事情，现在我怀孕了，你却一副不想承担责任的样子。如今你活该遭受控告，你现在就是个犯罪分子，却没有丝毫悔罪的意思，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如烟，等等，你别走，你难道就要这样将我直接送进监狱吗？我冤枉，冤枉啊！你现在不能一走了之，你今天不是跟我谈和解的吗？我看你今天的状态不太适合和解，和解的事情还是等以后再说吧。我愿意给你时间好好考虑清楚，等我下次跟你谈和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态度温和一点，对于我的诉求答应的果断一点。柳如烟明显就是在拖延他们之间的和解，他看到张月一副不愿意负责任的态度，就感到心烦，所以打算给张月一点教训。帽子叔叔，我申请对张月进行暂时羁押，我想冷静一下，再来讨论我们之间和解的事情。我希望警方能可怜可怜我这个孕妇，满足我的诉求。羁押跟不判刑的效果差不多。如果张月被羁押，虽然没有判刑，但却要关。警察同志，你们可不能羁押我，我愿意和解，他提出的所有条件我都会答应的。如果你们对我进行羁押的话，我的学业就无法继续，就拿不到毕业证，我这辈子就完了。你现在的情况已经犯罪了，还想顺利回去继续学业，这就有点不太现实了。柳小姐，那你和张月之间的和解
今日究竟是否能达成？你确定申请对他的羁押吗？帽子同志，我申请羁押张月。今天他并没有想好对我负责任，我们无法达成和解的。帽子同志，我还要提出我的诉求，我希望张月被羁押期间，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他进行保释，我可能随时都会对他提起诉讼的。柳如烟这么一说，张月被羁押的事情就无法改变。学校这边，警局直接说明张月的情况，免得学校在找不到张月人来上学的时候再来反复的时候。学校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警局传给张月关于对大三学生张月开除学籍的意见。另一边，秦川被警方通知做决定，是否对张月的母亲提起诉讼，还是有别的规则。张月的妈妈已经被关了好几天，受到了阴影。而秦川也知道，这一切都是柳如烟的算计。秦川不想让柳如烟的算计结果太过无力，就同意谅解主就擒，让警察将他放出来。秦少爷，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诬陷你了，你能谅解我，让我这么快从警局里面出来，真是太感谢你了。秦川之所以不起诉李秀琴，是因为在对付柳如烟方面，他未必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妻子。李阿姨，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怪你，所以才肯原谅你，放你出来。秦少爷是这么想的？当然，看得出来，你诬陷我这件事情是被柳如烟当枪使了。是的，柳如烟那个贱人，她骗了我和张月，这一切都是她从中作梗。她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配合她的话，就闹到学校，让学校开除张月。阿姨，我知道你委屈，所以你现在看清楚谁才是坏人，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将矛头指向我。你应该对付的人是柳如烟才对。秦少爷，您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出陷害您的事情了。李阿姨，不必如此，你能明白我的这份恩情就行了。恭喜你出来，恭喜你找到自己的真正敌人。哦，对了，李阿姨，我要提醒你一点，因为柳如烟申请对张月羁押，学校收到警方的通知，已经将她开除，她的求学之路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问号。混账！柳如烟这个混账东西，害了我儿子一辈子。我家张月辛苦10几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竟然被开除。柳如烟真是个毒妇！柳如烟，你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不会让你好过的。如烟，你真厉害，你竟然能将张月和他妈妈都送进监狱，你怎么想到这手段的？这不是很简单吗？一想就能想到，就像灵感突然间降临了一样。如烟，你真是太棒了！张月那个渣男，如今被开除，是他该得的报应。如烟，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漂亮了，只是有点可惜，没有对秦川造成任何影响。姐妹们，我想清楚了，秦川就是我的大仇人，希望姐妹们多多给我出谋划策，对付他，最好也将他开除，让他无法顺利毕业。如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可能帮你的，秦川也不会有好下场。柳如烟拿出手机，一看是医院打来的，她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脸色也随之黑了下来。接通电话，那边果然传来了一个让她不太能接受的噩耗，她的父亲柳朝阳离世了。怎么会这样？前几天我爸还好好的，怎么就没了？你们医院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抢救？小姐妹也忽然间愣住，有点胆怯的看着柳如烟。柳小姐，您的父亲不是突然间就离世的，他在前一段时间就被查出了肺癌合并肝癌，已经没救了。本来他可以多拖一段时间，可是他选择了放弃治疗。什么？你们说什么？我爸什么时候患癌了？还患了2种癌。我爸上次检查身体，你们医院为什么没说？我为何对这件事情丝毫都不知道？哎，柳小姐，这件事情就不能怪我们医院了，是你的父亲自己要求，让我们把他的病情隐瞒起来，不要告诉你的。还有，不仅仅是你的妈妈也被隐瞒了。你妈妈的是白血病，情况很不稳定，受不了太大刺激。如果让她知道这件事情，恐怕会对她的生命安全非常不利。爸，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肯接受治疗？柳小姐，你父亲这也是为你好，他和我们医护人员说过，你妈妈的白血病，做骨髓移植就得花费50万，加上住院费，下来就得60、70万。如果再治他的病，家庭的开支会让你吃不消。他说，反正他也没几个月好活了，还不如省点钱，还能省点麻烦。柳如烟像失了心一般，就往医院赶。没想到啊，还以为柳如烟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妈妈会改得很快，没想到第一个先改的竟然是她的父亲。柳如烟他爸竟然合并2种癌症而嘎，也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还能是造了什么孽？大概是柳如烟自己积累下来的怨吧。他这种人渣，为家里人带去了报应。